一部《封神演义》啊，它的起点何在？就是商纣王无道，祸乱朝纲，所以这才激起西伯侯姬昌揭竿而起，姜子牙帮着这个周武王伐纣，就是由于纣王无道，才造成天下大乱。而武王伐纣呢，不是为了自个儿啊，为了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听着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能知道，周文王、周武王那绝不是仅仅为了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那就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那么反过来，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这个纣王几乎我们一提起历史上作为皇帝非常残暴的，恐怕这商纣王就成了残暴君主的形象代言人。提起来这皇上缺德的不是人的，基本商纣王就排老大了，老祖宗了。那么纣王到底是不是一个暴君、无道昏君呢？现在有很多人结合历史真实的史料，要做点翻案文章，就说《封神演义》啊，它是一部神魔小说，它里边好多情节是编的，纣王不见得就那么昏庸无道。那么说纣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君主呢？咱们首先看这个纣王啊，是商朝的第32位君主，末代君王。他叫什么名字呢？本来名字叫辛，辛苦的辛，就全称帝辛，他是皇帝嘛，帝辛。那怎么这纣王没人知道，几个人知道他叫帝辛？是因为纣王这名字深入人心，而且纣王这俩字儿不是他活着时候有，是后人给他的谥号封号。这个谥号很有意思，这你记住，这皇上啊，凡是要叫什么文王、武王，什么这类的，多数都是好的。凡是叫什么纣啊、灵啊、幽啊、献呐，这都完蛋了。你听什么周幽王、汉献帝，什么楚哀公，这全部是好词儿。那么说这纣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文言文里，纣啊有残忍无义之意，就是这个人特残忍、特残暴。所以纣王俩字这不是好词儿，他不可能你看有的是个商王啊，假如这帝辛活着时候纣王我，他绝对不可能这样。他要说纣王我，那纣他自个儿的。就像咱们这个康熙王朝里边斯琴高娃演的孝庄太后，出了个大笑话吧，我孝庄，他死了之后才能管他叫孝庄，他活着时候是不能有这个谥号的，这人死以后的。所以纣王二字是后人讲给他的，他不可能说他自个儿就残忍昏庸无道。那这后人分是有影响力的后人和没影响力的后人，主要是有影响力的人骂纣王，其中头号黑纣王的这个有影响力的人是谁？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呢，多次提到纣王无道，荒废朝纲，酒池肉林，残害宗良，制造各种各样的刑法。反正司马迁把纣王说的是一无是处，说你看纣王这些事干的，宠幸妲己，陷害忠良，杀自个儿老婆姜皇后，还不要自个儿孩子殷红引娇，就干了很多恶事，建了酒池肉林露台，生活极度奢靡，发明各种各样残酷的刑罚，残害忠良以及天下百姓。说这样的皇帝，你坏事让他干尽了，没干什么好事，说这难道还不是暴君吗？其实我们如果用正常思维考虑考虑，你在生活当中你见到一个人坏透气了吗？就这人什么坏事都干，一件好事都不干，你见着过这样人吗？你见着过这人什么好事都干，一件坏事都没干过，你见过这人吗？世界上所有的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天底下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就是好到极处和坏到极处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中国古人里头有明白人。咱们看《论语》，《论语子张篇》里边写
孔子的学生子贡，跟孔子讨论历史人物时候说了这么段话，很发人深省。他说：“纣之为恶，不如师之甚也。天下之恶归焉。”什么意思？就说纣王作恶呀，这些事儿啊，他是有作恶的事儿，但不像大伙说的这么严重。他为什么会大伙说这么严重？天下之恶归焉，反正他是个坏蛋子，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这所幸坏事都是他干的。就跟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啊，要嘲笑一个人，给这人编段子啊，什么这个尴尬的糗事都是他的，这和这个差不多，就是有很大的给他这个描黑这样的成分。那么咱们具体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结合史实看看纣王身上那些事儿是不是他干的。咱要想知道纣王是不是这么残暴，如果那些事儿不是他干的，那你就不能说他是个昏君。你看头一桩事儿，说宠幸妲己。《封神》里写呢，妲己呢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当时呢，纣王选秀女，就把这个苏护女儿选进来了。但这个时候苏护呢已经把女儿许给别人了，而且作为大臣的女儿，皇上说要就要，这有点不合常理。所以这苏护来气了，就在这个朝歌的这大门上提了4句。叫君坏陈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反了，结果这个纣王派这个打的，这苏护也是说大话使小钱儿，没那个能耐，最后又投降，把自己女儿献出去。献出去过程当中，奔朝歌这儿来，路上住旅店，正好千年狐狸精把妲己苏护女儿苏妲己就这活儿给替上了，化成苏妲己。当然咱们这是神话故事，你也知道不可能狐狸精附体，这不可能的。那么真实的史实呢，这个苏妲己是何许人也呢？她是东夷部落里头一个小部落的首领的女儿。这个当初纣王呢对这个商朝开疆拓土有个很大贡献，就是呢他把这个山东和淮河流域一带的疆土呢给扩过来了，他把当地的这个东夷部落给打败了。那么其中这个大部落里头有个小部落，部落首领之女就是妲己。这部落打不过纣王，投降了，就把自个儿如花似玉女儿献出来给纣王，这是常有的事在中国历史。那么说纣王是不是从此就宠幸妲己了？他收妲己的时候，纣王已经年事已高了，就他这个妲己就是他晚年生活的一个伴侣。封神里边写纣王耳根子软，妲己说什么是什么，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如果真是听到这种程度，那个妲己所在的部落叫有苏氏，他为什么叫苏妲己？这部落叫有苏氏，那这个部落的人应该起来呀。结果整个商纣王年间，他这原来那部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再一个，纣王在历史上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是不愿意听人摆布的，他不可能注视听妲己摆布。再一个，一个皇帝啊，他这个后宫啊，3宫6院72嫔妃，他再宠幸一个人，他分得清里和外，也知道这个后宫干政不是件好事，他不可能一个独断专行的帝王，什么事都听身边一个女人的。这个在历史上情况极为少见，何况妲己一个部落的首领的女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见识，也不可能像《封神》里边这狐狸精一样，一会儿琢磨一个主意怎么害人。所以这个历史咱都知道，神魔小说说的，你就那么一听，好多地方都是子虚乌有的。那说你这个宠幸妲己这事没有，但你这酒池肉林这可都有啊，建造露台这可都有啊。说酒池肉林，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其实这算什么呀？你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主，说我把酒灌到个池子里头，把肉挂到树上，咱就吃喝。一国之君想玩这个排场，何其容易啊！这不能成为他的罪证。就像这个《笑傲江湖》，不少朋友看过，东方不败在黑木崖上，那是老大，谁不敢惹他。后来任我行带着令狐冲这些人去了，把这个东方不败灭了。阿谀奉承东方不败人倒戈相向，
跟任我行溜须，东方不败这不行那不行。有人说东方不败生活奢靡，一天吃3头猪5只羊。令狐冲听着就乐，为啥？人家大宴群臣，请下面人吃饭，宰3头猪5只羊算多吗？而且他就再奢靡，3头猪5只羊他一人吃，他不得撑死吗？这就完全不合逻辑的搞污蔑。所以我说纣王真酒吃肉林，那算得了什么一国之君？尤其建露台这更是扯淡。说露台呢，原来说呢叫做这个大3里高1000尺，就是方圆覆盖3里高1000尺，这还可信。到后世为了糟蹋纣王，把它改成高1000丈，一下由1000尺到1000丈，就建筑面积凭空一下增添10倍。那高1000尺的高1000丈得多高了？你想想，现在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摩天大厦也高不到那程度，就是为了糟蹋一个人，无所不用其极，就把这些脏水，反正你纣王不是好人，我就都往你身上泼。有人说这也不算，你否了也行。他建造了很多刑罚措施啊，包括那炮烙之刑啊，这总是真的吧？说这炮烙之刑是什么？一个大铜柱子，中间空的，里头烧上火，把人绑在这上，一会儿把人就烫死了，或者烧成灰了。说这么残忍，说是这就纣王跟妲己发明的。有些史学家，包括韩非子啊什么的，司马迁都找说怎么发明的呢？说纣王跟妲己有一天出去玩去，到了郊区近树林呢，打雷下雨，咔嚓一个雷，把一棵树给劈着了。这树一烧，这树干就热了，这蚂蚁受不了，从这头就往那头搬。可是这树干烫啊，蚂蚁烫的受不了，从树干上掉下来，掉火堆里就烧死了。纣王一看觉得挺好玩，妲己琢磨了，哎，这玩意儿行啊，这蚂蚁烫受不了，掉下烧死了，这人烫受不了也能烧死。说有没有这事儿呢？历史典籍有记载，纣王可能用过炮烙之刑，但是发明可不是他发明，发明是上朝另一个君主。商以上谁？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说夏桀发明的，这也是跟纣王一样，相传大暴君。说这夏桀发明的炮烙之刑呢，搁到那块儿，然后呢看这个他要惩罚的人在上面熬不住，掉下来烧死。所以说这个炮烙之刑呢，即使是纣王用过，也不是他第一个使的，也不是他发明的。就这个事儿你堆他身上，这也是往他身上扣屎盆子，这是不对的。那么有的说没有炮烙之刑，他用别的不一样残害忠良吗？你比方说他杀比干，比干是他皇叔呢，说就因为这妲己啊，哎呀我这难受啊，受不了，有病啊，就是妲己恨比干，比干害过妲己一家。我们都知道妲己是狐狸精，一高兴呢，请这些狐狸姐姐、狐狸妹妹喝酒，喝完了以后就在这个朝廷上喝酒，喝多了这些狐狸尾巴就露出来。这个比干过来呢，来视察来，一看怎么喝多，这人后头都有条尾巴呢，知道是狐狸，他没吱声。然后这些人走了，他派士兵跟着，就跟到狐狸老窝去了。趁着狐狸一睡觉，几个地方孔一堵，点火，把这些狐狸都烧死了。然后把招剩的毛弄到一块，弄了一件皮大衣送给纣王，诚心给妲己看。所以后来皮草行的祖师爷是比干，就从这儿来的，说他做了历史上第一件皮大衣。那是，所以你想妲己能不恨他吗？哎呀，我这难受啊，我要吃药。说什么药好使呢？有个药引子啊，七窍灵婴心。比干就是七窍灵婴心。说这比干是不是这么死的？这明显胡说八道。历史上比干确实是纣王杀的，但死在哪儿呢？死在魏辉这个地方，可不是死在朝歌。怎么死的呢？这个过程有点研究。就是说当时啊，纣王那阵还处在，就是我打下一个地方，我留下一点兵，打下一个地方留下一点兵。所以当时呢，守卫皇城朝歌的兵力不那么多，分散到各个地方了。所以当武王伐纣起兵打到朝歌附近的时候，
其实都城里头没多少兵。这时候纣王一看，你敢跟我打，你敢摸着老虎屁股，这了得吗？我得跟你对着干呢，我不能当缩头乌龟守着。可是手头兵又不多，他想个办法，监牢里不有不少犯人吗？把犯人放出来，我饶了你们，但是你们得给我打仗，给你们每人发兵刃打。就这样，商纣王带着这群人，其实是乌合之众，就出城直接和周武王交锋。长途跋涉来到魏辉这个地方的时候，比干听着这个信儿，说这可不行啊，这帮乌合之众能打赢吗？弄不好这个纣王自个儿都得死这儿。所以他星夜从朝歌赶奔到魏辉，来劝阻纣王，你万万不能再打，赶紧撤兵回来，在朝歌这等着援军过来救咱们来，你不能打。可是咱们也知道，如果皇帝御驾亲征，他打的是一口气，要有人泄这气就坏了。所以纣王当时听就受不了了啊！我这个两军未曾交锋呢，你就说我干不过他，你这长敌人之锐气，灭自家之威风。所以纣王一来气，把比干杀了，在魏辉这地方杀了。比干葬就葬在魏辉，没葬在朝歌。这是什么？龙颜大怒。这种事你听着好像挺惨，其实它有一定合理性。就比干这么做是为了他好，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军心。大家还记不记得曹操怎么杀的杨修？曹操进兵是进不得退不得。下边人问丞相，晚上这个军营口令密令是什么呀？曹操正在这啃这个烧鸡呢，鸡肋。杨修听着了，来，各位赶紧收拾东西，咱准备回去。曹操一听怎么回事，有人破解我这意思了，岂能如此动摇军心？把杨修叫来就给杀了。这是什么节奏？不作死就不会死，就这节奏。所以说这个纣王杀比干，在一定程度上有他的道理，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所以你经常这么分析，有人说那好像纣王也没干什么太昏庸的事，当然他也没有干太多好事。那可是为什么所有的脏的这烂的这些事都扔到他身上呢？谁让他是末世之君？谁让他是成王败寇里那寇了呢？你想想，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是以臣犯君。如果不找到一个合理解释的话，怎么能让天下人都服他呢？所以这是出于一种丑陋的政治宣传，就是我要不把你踩在脚底下，我没法高高在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看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发生太多了，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这有名的四大暴君。你看历史写这几位，一件好事都没有，就感觉这个人生下来呀，没有啥七情六欲，有也是恶的，反正我活着就是为干坏事，不干坏事我就得死去。所以我们说，纣王本身固然没有干太多好事，但是所有丑陋的事也不都是纣王一个人干，而真正丑陋的是改朝换代的政治。我们今天说这话题啊，可能有很多男性观众会很感兴趣。为什么呢？咱们今天要说的是狐狸精，《封神演义》里的狐狸精。我一说，很多朋友就知道是《封神演义》里头号狐狸精，那是苏妲己。说到这苏妲己呢，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历史传说按年代往前查呀，这算非常早的一个红颜祸水、魅惑天下，致使整个江山社稷送到别人手里这么一个根源上的祸根。苏妲己是这么一个女人，有点类似我们说这个什么潘金莲什么这个，还有的说像杨贵妃反正就是那种败家的形象。那么今天咱们说说这苏妲己，历史上真实的苏妲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咱们首先得说，一部《封神演义》其实就是从妲己这开始的。怎么开始呢？这个妲己本来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由于长得漂亮，被送到纣王那儿，这个半道上被千年狐狸精把魂魄吸走了，然后附到他身上，
所以我们说这妲己呢，其实不是这个苏护的女儿，而是指这个千年狐狸精。这千年狐狸精怎么来的呢？这就封神的开始。咱们在这个系列里说过好多遍了，说纣王到女娲娘娘庙降香，一看女娲娘娘长得这么漂亮，就提了2句诗，意思是你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要让你回宫里伺候我多好。女娲娘娘是大神呢，怎么能让人间的一个帝王如此戏弄呢？这女人小心眼儿。回来之后，女娲娘说这我不能饶过她，我得把她弄死。但是掐指一算呢，这个纣王还有40多年阳寿做江山，死不了他，那好，我让他生不如死，我找人败坏他江山。就这么的招了轩辕3妖，就坟里头的3妖，哪3？千年狐狸精、九尾蜘蛛精、一石皮子，把这么3个妖精找来了，然后让他们呢乔装下界，找机会引诱纣王，让他把江山搞乱了。所以说这个千年狐狸精呢，这妲己呢，她是女娲娘娘派的一个卧底，诚心要把商纣王天下给弄乱了。你对上天不敬，亵渎天地之母女娲娘娘，诛妻灭子，滥杀忠良，地则天怒，成汤基业动摇。来人，拿下！无知昏君逼死丞相，先帝之魂饶恕不了你。把赵启拿下！淫妇，成汤将毁于你手，淫妇也不得好死。那么这里头说怎么不是这个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成为这个把妲己魂魄吸走了进宫，而是千年狐狸精？因为千年狐狸精能耐最大，做间谍卧底，这个他的综合素质最高。他怎么综合素质高呢？因为这千年狐狸精有3样能耐，其他妖精比不了。头一个能耐，长得漂亮。当然这个漂亮呢，你可以说也是妲己本身就漂亮，在这狐狸精本身，她也要比一般的妖精好看。说狐狸精是妖怪里头最好看。为什么好看呢？咱们都说美人怎么形容？在柳叶眉、樱桃口瓜子脸。你看咱们这个演过狐狸精女演员，你看周迅，你看范冰冰，标准的这种瓜子脸，这样的脸型最好看。你仔细观察像狐狸那张脸，那就是典型的瓜子脸，只不过人呢把他嘴摁扁了，就变成那样了。所以这是狐狸精漂亮。为什么用狐狸形容漂亮女人？这在生理上就是2瓣瓜子脸形成。所以这说这个狐狸精，首先一大本事漂亮。这个漂亮在书里头是怎么写的呢？说这妲己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选秀上去的皇妃。什么概念呢？这个纣王手下有2个奸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这2个人呢，整天呢没有别的本事，就靠溜须拍马过日子，投其所好，迎合这个纣王的心思。其实这样的大臣呢，严格说呢，你要不往前走一步也行，就你不过是个弄臣。可是这个弄臣为了取得皇上的欢心呢，他可能无所不用其极，就有可能往前跨一步成为奸臣。这费仲游魂就知道纣王昏庸好色，说大王，后宫这些佳丽不够您玩的，天底下这漂亮女人有，那这样咱来海选。据说海选就从这儿来的嘛，说到这个民间给你找去选秀去。结果这纣王眼界挺高，一个都没看上。期待青鸟，竟飞来一群乌鸦；期待今夜，竟是梦魇一场。大王，女娲娘娘之美虽无与伦比，可那是镜中花水中月，实难可得呀。费仲游魂一看皇上要都看不上，这事坏了。他俩的罪过，这俩人琢磨琢磨，打听说，听说冀州侯苏护他女儿苏妲己那都漂亮的不得了。大王，冀州侯苏护有一女，年方28，名妲己，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琴棋诗画无所不通。
结果通知苏护，苏护来气了，为啥？他女儿早已经许给人了，就差没过门了。人游苍山笑迎松，夕阳休映西渐红。地若有情地为证，愿见春风花轿中。一言为定，来年春暖花开时，你等我抬花轿迎娶新人。一听这个，苏护太来气了，拉倒吧，我反了得了，造反了。造反，纣王派兵去打镇压他，他没打过，纣王没办法，为保全家性命，自己护送着自己女儿，这一道就奔这个都城来了，献给纣王。结果半道在这个驿馆的时候，这宾馆呢，千年狐狸趁此人命，半夜3更把这个妲己魂吸走了，他扶他身上。从今以后，你就是苏妲己，苏妲己就是你，只是你对人间礼仪相知甚少。白日你可以还魂于他，一来你可以迷惑大众，二来你还可以一样效仿，明白吗？啊，明白明白，白天就是苏妲己，晚上就看我狐狸精的本事吧。所以这个妲己本人就漂亮，再加上这狐狸精也漂亮，这两个往一块一合，你说那个妖精的妲己版得多漂亮吧？所以他第一大手段漂亮，第二个手段呢，狐狸他有狐媚手段，这千年狐狸精就掌握着狐媚手段，这个手段是造成纣王跟群臣不和甚至后宫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说有这么天晚上都要歇着了，这狐狸精不让纣王睡觉，说大王啊，我呀最近学了一段舞蹈，不管什么探戈还拉丁啊什么，反正这舞蹈很漂亮，我要献给你。跳了这功夫，这都半夜了，纣王的大老婆正宫皇后姜皇后臣妾叩见王后娘娘。姜皇后是东伯侯的女儿，看这不行啊，这皇上半宿半夜不睡怎么上朝啊？这是一个出于正事，第二个一般大老婆对小老婆都嫉妒，你整宿不睡跟他在一块怎么不跟我在一块？真好，爱妃跳得好啊！大王，请听臣妾一言，似妲己这样的妖女将是大王倾家丧国的祸害，大王你不要再沉迷于她了。哼，扫兴！你就知道魅惑皇上，那没点正事呢，把妲己狠数了一通，可把妲己气坏了。这口气他能忍下吗？回头妲己想个办法，他这个买通了姜皇后身边一个太监叫姜环，让这姜环呢假装刺杀纣王，那肯定刺杀不了，失手之后给抓住了，抓住问怎么回事啊？这姜皇后恨你，想把您给弄死，纣王就信以为真了。大王好好想一想，在这后宫里面，3宫6院72嫔妃这么多人，姜环为何不指证别人，偏偏指证王后呢？依臣妾看来，如果不用重刑，王后是不会招认的。大王，王后乃原配，万民之母，按照国法不可用刑。天下没有不变之法，更何况法典是人立的。而且先王曾说过，就算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是母仪天下的王后呢？大王，依臣妾看来，如果王后再不认罪，就剜其一目。如果王后惧剜目之苦，必然会招认的。大王，就听了妲己的谗言，就把姜皇后眼睛给挖下来，后来给他处死了。而姜皇后呢，下边俩儿子，一个叫殷红，一个叫殷郊。我们知道这个商朝国姓是殷，殷红殷郊俩人听到这事儿不好，赶紧就跑了。弟子齐穆谋逆赐君，理当正法，这两个畜生竟敢持剑进宫弑父！大王息怒啊！这两个毛孩子哪值得你亲自动手？乐来，你跟殷破败去把这两个逆子给我捉来，给我就地正法啊！按照娘娘谕旨，持我的龙凤剑取二逆子的头了。是大王。这就弄得纣王妻离子散，所以他通过狐媚手段让纣王都听他的话，而且这个狐媚手段一直延续到妲己生命终结的时候。这武王伐纣最后成功了，纣王烧死在露台之上，清算吧，算这账吧，
一看有不少坏事都妲己干的，这几个妖精，那好吧，那就把这几妖精都斩首。结果其他的妖精呢，嘁哩咔嚓头都砍下来，唯有到妲己这砍不了，为什么呢？来一个当兵的刀斧手啊，要砍他头，妲己就抬脸看着。你怎么会杀我呢？怎么回事？你说话呀！你真的会杀我吗？不会。那你就放了我吧。那眼神就往后飞呀！这当兵的一看，浑身都哆嗦了，这受不了了，我替你死得了吧，要不。最后没办法，姜子牙来用昆仑山散人路亚的宝贝葫芦，请宝贝转身，啪，飞刀出来，把妲己人头砍掉。就说这是狐狸精第二大本事，狐媚手段。第三个能耐，这不是所有狐狸精都有，这是独属于这个千年狐狸精的心狠手辣。这咱那前面说了，这不姜皇后死了吗？姜皇后手底有些宫女，这皇后人很好，怀念她，哭哭啼啼。妲己出主意，咱把这些宫女弄来，收拾她。跪下，启禀大王，原中宫宫女的管事带到，总共72人，听候王后娘娘的差遣。想必是大王册封我为王后，你们心有不甘吧？大王饶命！大王饶命！饶命啊！传旨。等等，大王，臣妾有一方法来处置他们。妲己她以杀人为乐趣，她不在乎看到血腥的场面。那个她给纣王出那些主意啊，你比方说有种刑罚叫菜盆，菜字怎么写呢？上面一个万字，底下一个虫字。你看这字你就知道，挖这坑，坑里是啥？蛇、蜈蚣、蜘蛛、蝎子，还是咱们说五毒，五毒在坑里。这菜盆里面满是毒蛇毒蝎，将这72个宫女分4批投下去。见菜盆如临法场，如果谁再敢给我大声喧哗，马上给我推下去。这最狠在哪儿？他不是一下子就没命啊！这多少条蛇咬他，一点点把他弄死，你琢磨琢磨这多惨吧？然后这妲己站到坑边，嘿嘿，看着取乐，那比看动画片都过瘾。这就说这狐狸精心狠手辣，他不在乎这个。包括那个《封神演义》里写的若干种刑罚，几乎都是这个妲己跟纣王联手发明的。你看那蚂蚁在这树被烧着了，蚂蚁从树上爬，受不了那热，掉火里烧死了。妲己根据这个就发明炮烙之刑，把这大铜柱子上面涂上油，然后铜柱子里头呢烧上火，下边是火，让犯人赤着脚从上面走，本来就热，还有油站不住，吧唧掉火堆里就死了，为炮烙之刑。你就说这妲己得多狠，非常毒辣。所以我说这妲己千年狐狸精3样法宝，漂亮、狐媚，再加上毒辣，所以这个是女娲娘娘之所以派她下来当间谍头子，一个重要原因。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说历史上的真实的妲己是不是这样的？可以肯定不是这样，它有诸多的证据。史书上写呢，叫殷心伐有苏，有苏以妲己女焉。什么意思？就说这妲己呢，他不是叫苏妲己，他全称应该叫有苏妲己。有苏是什么呢？现在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一支少数民族叫有苏氏。这有苏氏呢，就类似你看大禹治水，大禹是哪家？叫有熊氏。就是一般部落起这么个名字。这个有苏氏是殷心伐有苏，殷心是谁？殷，商朝就以殷为姓，辛是谁？就是纣王。纣王本名叫帝辛，就辛苦的辛，这是他名字。殷心伐有苏，当时纣王那时候呢，商朝的底子打得不错，纣王本身呢也喜欢打仗，就带兵打到这有苏这地界上。有苏打不过这个纣王，只能投降。投降用什么办法？祈求这个你饶了我吧，咱们和平吧。就是后来其实的和亲政策，就把自个儿部落首领的女儿妲己献上去，女燕就是配给纣王，当你的妃子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纣王已经有60了，历史记载。
而妲己这时候呢刚刚不到20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俩人在一块儿呢，你可以想见纣王宠幸妲己，这是很正常的。这20不到，说白了比现在干爹和女儿之间这距离还大呢，是吧？所以他这个纣王也知道疼人。再一个人为什么岁数大的男的有时候疼很小的女人呢？这有道理，他身上即将逝去的青春，他想在你身上找回来，所以说宠爱妲己这个没什么了不得的。其实妲己这时候也无外成了纣王晚年的一个生活伴侣。一看妲己聪明漂亮，还有少数民族那种奔放的气质啊，所以这纣王喜欢她是再正常不过的。大王，大王，大王，你真的生气啦？臣妾只不过是为大王的江山社稷着想吗？顾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自己说，顾哪件事不依你了？以后不许再胡闹了，知道吗？那么说干没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在这个夏商周3代啊，后宫几乎没有条件控制朝纲。那么在妲己这个年代呢，并过来的这些部落它是没有话语权的，就是你属于2等3等4等公民。所以妲己是有苏氏，有苏氏事实上整个部落都成了纣王的奴隶，你哪有力量支持自己的人在宫里如何如何呀？所以当时妲己在那个年代在后宫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当时那个时候所有的国家大事，你比方说我要修个露台啊，我要讨伐这个西岐，像这样的大事都是要占卜算卦的。怎么算卦呢？咱都知道龟甲兽骨，甲骨文怎么来的？不就龟甲和兽骨上刻上文字？为什么刻文字？就为了占卜算卦。这种事是要问天的，不能是后宫哪个女的跟纣王说：“哎呦，我恨死那个谁谁谁了，你赶紧把他弄死去。”不可能，这种事就是大王有心同意，那也得祈求上苍来卜一卦，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程。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妲己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话语权。姬昌放不得。为何？那个诡计多端的姜子牙就在西岐，如果把姬昌放回去，跟姜子牙联合谋反，大王不是又多一患吗？那爱妃之意，给他委以重任，接他的老母跟妻妾，留在朝歌讲学，传授演艺八卦。笑话，不可能！姬昌要反，早就反了。再说，姑怎能朝令夕改，令群臣耻笑？就说妲己不过是纣王一个普普通通的妃子，最多是对他格外宠幸。要说他能引起什么纷争，把纣王天下弄乱了，那是因为他代表着他那个小部落。可是后宫那些嫔妃呢，也都是各个部落上来的，互相你争我夺的过程当中啊，难免谁得势谁失势，弄得纣王跟那些小部落之间闹点矛盾。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逻辑。那说为什么还把妲己说成这样呢？这个男权社会就有这特点，老爷们干坏了的事儿啊，出于自我面子，不是男的事儿，女的给弄坏的。据说呢，《世说新语》里写说，后来妲己啊没死，把纣王打败了之后，妲己成了周武王的侍妾。你琢磨琢磨，这样男的有几个好东西？说他祸水，一看漂亮，归我了呗。这种事其实，咱们说陈圆圆，那不就是吗？啊，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打进来了。其实吴三桂是审时度势，非灭李自成不可，带清军入关，跟陈圆有什么关系？但这股祸水呢，弄成冲冠一怒为红颜，就弄到陈圆圆身上了。再比方说，有一个千古冤案貂蝉，那个时候这妇女呀，这都是财产，你想自杀没那么容易，能给你送来送去，长得漂亮。你看看这思路，和我们今天说这千年狐狸精妲己的下场如出一辙。所以说，这历史的偏见，它怎么叫历史的偏见？它不是一本书一段故事里边，多本书多段故事里边都能看出这种不正确的对妇女同志的认知。所以我们今天说这千年狐狸精，你就拿它当一个传奇故事来听。
在历史上这个苏妲己绝不可能像《封神演义》里边写的这样。我们讲了这部《封神演义》里的神话传说呀，你会发现呢，往往在这个小说里边啊，被说的一无是处的，其实真是历史上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说纣之为恶，不如施之甚也，纣王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坏。妲己呢，真实历史上呢也不是像这里边那么心狠手辣，但是这里头有这么一对父子，却是在历史上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小说里边写的。谁？周文王爷俩，就是西伯侯姬昌和他的儿子姬发，就周文王、周武王。被孔子奉为偶像的周文公到底是真圣人还是伪君子？他的先天卦术是不是真的灵验异常？伯邑考惨死在纣王手下，背后有什么隐情？大德大贤的武王玩过什么阴险的手段？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周文王一家人。当然咱们先得跟大伙说明，周文王呢，他并不是在这里出现的人物，这是他死了之后人家给他的谥号，就追认他为周文王。他这一辈子都是西伯侯，西伯侯姬昌，他儿子姬发最后把纣王打败了，得了天下，立国号为大周。周武王是大周的开国第一个皇帝。然后往前倒，是追封我爹为周文王。说怎么这文武呢？这里有个常识，就中国历史上啊，这皇帝死了之后要给谥号，也就是那么20-30个字来回使。这个谥号还有说法，如果要叫什么文啊、武啊、景啊，这都是好的皇帝，就后人认为他们高。你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这都相对是好的。如果要叫什么幽啊、厉啊、献啊、灵啊，这都不好。像汉献帝啊，像这个周幽王，哎，这都是不好的。就这个谥号就决定了历史对周文王认为是这个的好。说这周文王啊，刚直不阿，宅心仁厚，那就天底下圣贤无过于此了，最好的。那么历史上这么吹捧周文王，周文王、周武王这爷俩是不是有的说那么好呢？其实《封神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啊，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让我们看一下，得天下者如果真是100%的宅心仁厚，100%的成为感动中国10大人物之首，他可能就得不了天下。得天下者是利益之争，就是脸皮不厚心不黑，你想把天下得来很难。往往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呢，你要不狠点，不有点手段，那就太大。那周文王从他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呢，他确实是个很有手段的英雄。但是你从手段上看，你说他枭雄也罢，奸雄也罢，没有太大区别。就像我们说曹操是英雄是枭雄是奸雄，刘备是英雄枭雄奸雄，这都很难说，此一时彼一时。你要看手段，都那么光明正大，你得不了天下。咱说半天，咱得回到正文上，《封神演义》里怎么把这些信息披露的呢？咱们看啊，都说西伯侯姬昌，那在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推崇的仁德啊。哎，这位大哥啊，你们这样成群结队的是要往哪里去呀？为西伯侯建灵台去。听说西伯侯仁政爱民，怎么也像纣王一样大兴土木了？那你就不知道了。侯爷对我们百姓恩比天高，我们只是无以为报。期间这座灵台也是给我们恭敬的。苍天在上，纣王无道，置炮烙造柴盆，杀妻害子，枉杀忠良。姬昌今日率万千臣民在灵台祭拜，枉死于朝歌的无数冤魂。臣愿早日得雪，九泉之下安息。说这个人是秉持正义，可是这里头有些事他就不那么正义。你比方说纣王8年，登基8年以后，大宴天下群臣，东伯侯、西伯侯、南伯侯、北伯侯4路诸侯都来到这个朝歌来祝贺。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季昌，北伯侯崇侯虎，朝见大王。这个时候
也是个贿赂的高峰期。为啥呢？这个外边的官进来了，他都很怕呀，这纣王啊收拾他，所以之前呢都打点一下。那么纣王宠信2个奸臣，一个叫费仲，一个叫游魂，找他俩都给送礼。封神演义里可没写西伯侯姬昌送礼，但是有一句话，满朝文武独冀州侯苏护一文不送。大王有令，令4镇诸侯每镇选美女100名，不论富贵贫贱，只要是容姿美貌、举止大方的，都要进宫候选。裴大夫，你在朝中做官，吃好住好，你不下去看看，那老百姓都过的什么日子？你是什么人，竟敢在大殿上辱骂大臣？你不认识我了？冀州侯苏护。当然这冀州侯苏护没送礼，接下来就没好果子吃了。大王，你知道苏护这么起劲反对选美，为什么？我打听过了，他有一个女儿，有倾国倾城之貌，爱如掌上明珠啊！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大王不妨招来看看。就把苏护叫来了，把你女儿送给我吧。可是苏护气了，为啥？他女儿已经答应嫁别人了。所以苏护一来气呢，从朝歌出来呢，在朝廷柱子上题了4句诗，叫君坏陈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要反了，我们马上。这一反，纣王一看这还了得，派兵镇压吧。派谁去呢？当时派了北伯侯宠侯虎和西伯侯姬昌，所以你们2家联手给我把苏护打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西伯侯姬昌的权谋之术是这个的，非常有心眼，这真是一代枭雄。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把兵都准备好了，跟姬昌打招呼，咱走吧。想说不行，我得回西岐带兵，我这没拾掇好呢，你先打。其实就变成了你先上，我掩护。结果这宠侯虎呢，就跟苏护打起来了，让苏护打得落花流水。在这个时候，双方拉锯战时间一长，等于是大商朝以倾国之力与冀州侯苏护一家干，那时间长了，苏护是顶不住的。眼看要顶不住了，这时候姬昌才站住。打不赢苏护，打不赢苏护，当然无法向大王复命。我担心的是，你打赢了苏护，灭了他的9族，这又如何？别忘了，大王魂萦梦牵的，不就是想得到苏护之女苏妲己做妃子吗？侯爷，俗话说君命不可违呀。依我之见，侯爷还是送女进京，顾全大局为好啊。像侯爷现在这样与朝廷为敌，非但女儿难保，恐怕冀州百姓也难逃兵险之灾呀。他当和事佬，他谁不得罪？劝苏护你投降。他说：“你看呢，这皇上看上你女儿了，好事啊，你怎么不降呢？第一个有3条好处啊。第一，你能混个皇亲国戚，你是国丈啊，皇上看你女儿，你就皇上老丈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想不想保护你的军队了？这么打下去，你连地盘带军队带你命全没了，玉石俱焚。你得舍小家顾大家。再第三个，冀州城若干百姓这么打下去，岂不生灵涂炭呢？你听着，尤其第3条，入情入理，为了全城百姓。可问题，你为了全城百姓，你怎么不一开始劝苏护就投降呢？双方打到这程度，百姓已遭涂炭了，你再站出来装好人，而且混个皇亲国戚，保护自己，这像一个圣贤说的话吗？这不是地道的小人的生存之道吗？
所以最后结果是苏护没办法，一看姬昌劝我投降了吧，姬昌还买个好啊！你看，你这我关键时候我出马了，不费一兵一卒啊，两头买好。你这样的人，咱琢磨琢磨，咱们看三国呀，或者说历朝历代的历史啊，这样的人可不少啊。有很多人表面上和善，其实骨子里狠呐，他自己的利益他一点都不想吃亏。所以你从这些事就能看出来，这个文王啊，不是一个什么宅心仁厚的人，他的小算盘拨来的是叮当响，而且他很有头领。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个不对呀，他这面对纣王的压力，他没办法，他得保全自己，他不保全自己，他怎么行善呢？如何？这你看人家在西岐把西岐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一提文王，大拇哥一挑，哎呀，这圣上如何如何，这总是真的了吗？其实这也不是真。老百姓真觉得文王这个人好吗？什么事都愿意听他吗？你记住有那么句话，叫绝对的服从来自绝对的恐惧，绝对的忠诚也来自绝对恐惧。为什么很多人服从你忠诚是怕你？说为什么说到这个呢？你看咱们解析一下《封神演义》里说到的周文王治理西岐的一个故事，你就能看出来。说这文王有一天呢，他的车马仪仗队经过，有个樵夫砍柴的叫武吉，一看这仪仗队过来了，这武吉一失手，哎呀，当兵跑啊！这打死人了！死人了！打死人了！既然打死了人，你当敌命呀？不，我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也是误杀。我们西岐人向来善良，官府也没禁牢，我先画地为牢，把你囚禁，等候发落。就中国古代说画地为牢的成语，其实那什么？这圈儿就是牢，这竹竿就是看守，你要是越过这界限，就是越狱。武吉真就站这儿没敢动。大伙儿想想，他为什么不敢动呢？他这杀死当兵的是死罪啊，他怎么不跑呢？画个圈也困不住他，抬腿他就跑了。为啥不敢跑？不是老百姓服文王，是真怕他呀。你看起来孔夫子崇拜周文王，说他行仁德之政，好像是儒家，不是，他其实是法家的老祖宗。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用严刑峻法来限制你。他不敢跑，有人说跑了怎么的？你别忘了文王居而演周易，他会算卦呀，一卦算到天涯海角，你跑哪儿都知道，你往哪里跑啊？这武吉吓得在里头待3天3夜没敢出来。正好这时候呢，这文王啊打死路过。文王平常就是你犯了任何一个戒律，那我是严惩不贷，严刑峻法。打死人理当偿命啊，有什么好哭的呀？就是呢。小人家里有一个70多岁的母亲，无人照顾，一定会饿死在路边的。小人想来十分伤心。是啊，好了，别哭了，念你一片孝心，我暂且放你回去。哎呀，好心带上这个，安置好你母亲，立即回来服刑，以正国法。就这么，这武吉呢回到家，跟他父母说：“我这怎么着，我要死了。”也巧了，他家住在渭水边上，这时候正是姜子牙在朝歌失意，回到渭水边垂钓的时候。结果这武吉呢，天天在渭水边走，就认识姜子牙，就把这不幸遭遇跟姜子牙说了。武吉，你立即回家，在你床前挖个坑，黄昏时候你睡到坑里去。你该跑跑，你不用去，躲着。结果这边文王呢说：“我说让你回来，你敢不回来吗？”到了限定时辰，这个武吉还没回来，他逃走了。是的，我们不能放过这刁民，不然西岐的法纪就被他破坏了。一定要把他抓回来，以正国法。文王一看这混蛋胆儿可太大了，天涯海角我得给你抓回来。算卦，拿几根竹签啊往这一摆，周易算卦嘛，起几卦，一看呀，这个人完了。哦，原来他已经死了啊！怎么的？姜子牙用验刑术搞的，让他一排卦就排出来，这武吉跳水而亡。哎呀，一看他跳水而亡，这算畏罪自杀呀！这个周文王当着满朝文武啊，
你就悲悲切切，他干嘛呢？好好安葬。我的本意啊，是让他来认个错啊，给人家这个家属跪下磕个头，我小惩罚他一下，没想杀他，哪想到此人畏罪而死啊！哎，可惜了。这是什么面子？这就叫假慈悲。他让他回来是领罪，要杀他，一看这人已经死了，他还要买个名声。你看这个手段很高，周文王这时候就用的这种办法。身边文武一看，咱大王真宅心仁厚啊，其实他心里都有数。你再转过头再看，等到文王到渭水边视察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了这个樵夫武吉在这儿。到古怪也，只懂那个那不是在市场上打死人的武吉吗？这文王火冒三丈，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破了我的先天八卦，你居然还活着！这时候文王动杀机了，把他抓来得问呢，你怎么弄的我那八卦不准了？本来我卦卦都准了。说个明白。哼，侯爷是这样的，有一位在这里垂钓的姜老爷，那天说我进城会打死人，我不信，谁料还真的弄出了人命。后来侯爷放我回家，母亲为了保存孩儿的性命，叫我去求姜老爷。姜老爷收我为徒，叫我挖一个坑，自己睡在里面，这样可以逃过此劫。那一定就是他。哎，姜老爷子现在在哪里？来见姜太公。可以说武吉这时候成了他引路人了。说这么着，姜太公这时候跟周文王你想去吧，那就是咱隆中对说的。这刘备啊见着诸葛亮，俩人对坐啊，自同坐以来，豪杰并起，夸中联军者不可胜数，曹操比袁绍，俩人就聊上了。聊上了，文王一看姜家是这个的，先生所言极是，使纪昌茅塞顿开。先生答应助我拯救万民，实在是拜谢了。要不说文王这个人是很有韬略的，这个时候真找到有用的人了，这时候他就顾不上再杀这武吉了。今封姜先生为我周朝的丞相。姜丞相，谢文王。武吉在。以往之罪不究，命你戴罪立功，封你为副相。谢文王，谢文王，谢谢文王。所以你看文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表现，那是处处都有心机的，确实是一代骁勇，他研究的很细。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周文王一家人。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么这我们说了周文王，他不是历史上相传那样。我们再看周武王，他儿子，你注意啊，周武王接周文王的班，也是西伯侯，后来打天下，成了周武王了。那么照理来说，继承皇位的不是他，因为周武王姬发大哥是周文王的二儿子。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大儿子是谁呢？叫伯邑考。这应该是伯邑考继承这皇位，怎么轮到姬发了呢？这伯邑考啊，是周文王当时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弄过去，就怀疑他要造反，就把他囚禁到旧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周文王在这儿，文王居而演周易嘛，就在这儿把算卦这套学问研究明白了，把周易推出来了。推出这个过程，他算自个儿，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不死也得经历一场大难。他在临行前就跟自个儿的儿子跟伯邑考说了，我得有7年牢狱之灾，这7年间你们不用来看我，满7年我灾消了，我自然会回来。可是没想到7年将满的时候，伯邑考来到朝歌，说我迎我爹来了，我要尽孝，跟纣王说能不能把我爹放回去，哪管我替他蹲监狱呢。范臣之子伯邑考向大王请安。好，伯邑考，你今天来进贡赎罪，可见你有一片诚心呢。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伯邑考长得太漂亮，美男子，这个妲己就看上他了。纣王说你呀教我的宠妃弹琴吧，
结果妲己借这机会调戏伯邑考，往人怀里坐。最后伯邑考不干，妲己急了。伯邑考，你太不识抬举了。就说大王啊，他调戏奴家，纣王一来气，把他砍成肉酱。所以说这个时候伯邑考来到朝歌，等于是送了性命。他一死，这周武王姬发上位了。其实武王这时候早就清楚，你去了就找死了，肯定会引起纣王的怀疑，把你弄死。伯邑考死了，谁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他长子继位的话，天下打下来最多作为二弟姬发来讲，也就是一方诸侯，得不了大周天下，所以把自己哥哥弄死，借刀杀人。他自己动手不行啊，这天下都骂他，哪有你这么干的？所以这招借刀杀人非常高明。伯邑考死了，他上了称周武王。恭贺武王！所以他这个时候都能下得了狠心。你就想想历史上所谓的贤德君主，他既然称君主了，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之辈？要不然他能在王朝更替残酷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吗？他不可能啊。翻开中国一部封建王朝兴替史，满写着这样的血泪和奸诈。所以我说历史为什么说没有贬斥周文王周武王，反而给他抬很高地位？为啥？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历史，它是显现与遮蔽并存的历史，并不完全都是真的。但是问题是，历史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这是外壳，它内在的东西往往是公道的，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它是有报应。你看我举个例子啊，刘备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把这孩子脑袋撞不好使了。你站住！你这是干什么？所以后来这个后主阿斗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后主刘禅那把诸葛亮那点苦心基本都给糟践，这不就是报应吗？所以我说历史有时候虽然是胜利者书写的，但它本身也是人在做天在看，它有它内在的规律，这就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征早与来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形容一个人挺聪明，往往有那么词儿，说你这人心眼忒多。这心眼其实就是心上的那窟窿。当然咱们知道人的心脏是不可能有窟窿，一有窟窿人不死了吗？但是形容人聪明就叫心眼多。要形容女孩，比方说形容林黛玉，还有一个和这个有关的掌故，咱们翻开《红楼梦》，宝黛初见，贾宝玉刚见林黛玉的时候，曹雪芹写了那么一首骈四俪六的赋文，里边就提到叫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思若柳扶风，心绞笔干多一窍，病若西子胜三分。就说你这心呢比笔干还多一个窟窿呢。他为什么拿笔干比呢？这个笔干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主人公，《封神演义》里边纣王的王叔，他叔叔当朝丞相比干有一颗七窍玲珑心，说他那心脏有7个窟窿。说林黛玉聪明到什么，比他还多一个窟窿，8窟窿。其实这是夸张，我刚才说心脏有窟窿，那肯定缺血，早就死了，这就形容人聪明。那么这个比干有7窍玲珑心，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却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妲己魅惑纣王，纣王绕这个比干把心掏出来给妲己治病，比干把这心就给挖出来了。但是这段历史，假如我们把《封神演义》还原一下，你看看比干死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也许比干的死呢，他个人也有责任。说这个比干怎么死的？说有这么一天呢，这妲己也想害比干，他俩以前有仇。突然间妲己就是眼睛一闭，往地上一躺，面如金纸。姐姐，这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快去报告大王！纣王一看坏了，我美人啊，怎么这样了呢？他说我打小就落下个心脏病，一到这时候就犯病，一犯病上不来气儿就完了，我得吃什么什么药。说这药咱有啊，光有这药不行啊，得有个药引子。说什么药引子呢？得用7窍玲珑心做药引。姐姐有救了，大王。朝中有一大臣，官居显位，位极人臣，他有7窍玲珑心，只怕此人舍不得。是谁？快说！丞相比干。
比干乃是王叔，和我们很亲的，他肯定会戒心救王后的。来呀，宣比干王叔进宫。把比干找来了。王叔啊，跟你商量个事儿。比干说什么事儿？我的爱妃妲己呀有病，说非得用七窍玲珑心做药引子。全天下都知道你有一颗七窍玲珑心，能不能拿出来给治病？你听信妖妇之言，赐我剜心之祸，戒心一片，无伤于事，何必多言呢？大王，你酒色昏迷，糊涂无道啊！我比干不犯剜心之罪，何故遭此惨祸？不，君叫臣死，不死不忠。来呀，把他的心挖出来。是。当时把比干给气坏了。你这个昏君，我辅佐你40年，我当年帮助你登上皇位啊，你如今就这么报答我？一想到这儿，这也是伤心无比。来吧，我也不用打麻药，也不用动手术，你给我拿把刀，歘把这豁开了，把心掏出去给周王。你听着挺残忍，其实这个事儿你琢磨琢磨，除了妲己陷害，这个人有时候啊，你觉得你什么事儿有特长，什么东西是你的，往往这东西可能给你带来祸。就像咱们中国有句话叫慢藏会道，野容会淫。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呀有点好东西，比方我有个宝贝珍珠，我怕别人这个我藏起来，东藏西藏的，天天这么琢磨，结果倒把那个小偷给招来了。你看他为什么这样？他家中有东西，我来偷来。野容会淫，就这女的天天对镜子捯饬，就怕自己不够妖艳，得越漂亮越好，结果就招致一些男人的非分之想。像咱办公室有时候性骚扰怎么出现的？有的大公司就告诉女的在办公室不能穿拖鞋，不能穿超短裙，得穿制服，因为你这又超短裙又吊带又低胸的，你弄得这男的上班一天眼睛就不够使了。你到这么穿是省料了，人家费眼睛了，这也不行。所以说这时候比干这七窍玲珑心在一定程度是什么？等于是自个儿有这个东西，到招来杀身之祸。那么说比干把七窍玲珑心掏出来，《封神演义》里可说他可没死。怎么没死？说这比干呢脸如金纸，喉时冒汗，大踏步从这个朝廷里出来，奔荒郊野外走。说这心掏出来怎么没死呢？这是姜子牙的功劳。姜子牙在朝歌这个地方算卦的时候看到比干，就说你呀最近有杀身之祸，我给你道灵符，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呢把它烧了，这个纸灰呢和着水喝下去就没事，保你不死。可有一样，你这颗心保不住，你得走到荒郊野外问一个人，说这个人没心能不能活？他说还能活，你命保住；他说不能活，你就够呛了。这道符是当初姜子牙临走的时候相送，要我在危急之时使用，可保性命。真的有用？希望有吧。这么比干，纣王让他来商量事儿，比干就觉得不好，在家里头就把这灵符烧了，纸灰呢和水喝下去，所以这个心掏出去了，保比干不死。比干低着头，脸如金纸，奔荒郊野外走。走到这个羊肠小道上，看到有个老太太蹲着卖菜。无心菜，卖无心菜，卖菜喽，卖菜喽，卖无心菜。什么叫无心菜？我的菜无心，但能吃。菜无心能吃，人无心能活吗？人无心怎么能活呢？人无心即死。比干听完这话，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七窍流血，一命归天。这个老妇人是妲己变的，妲己诚心害比干，不能让他留这条命。所以这段故事呢，这当然很多人就归结到是妲己
心太狠，残害忠良，这个纣王又太残暴。可问题有一点，如果纣王不下令要比干这个心，那是比干不会往出逃的。你妲己没有这个下命令的权利。照理说纣王不该害比干，为什么呢？比干是纣王的叔叔，而且纣王之所以能登基，比干是立了大功的，因为纣王呢是他爸爸的二儿子。过去传皇位知道有的立嫡，无的立长啊，你得立老大呀。纣王名字叫帝辛，他大哥叫微子启。当时要是传皇位的时候，比干立主跟自己哥哥说，就纣王他爸爸说，我看呢帝辛这个人很有能力，你传给微子启，此人懦弱无能啊，挺不起这天下，更别提开疆拓土了。所以比干对于纣王登基那有着汗马功劳，所以有这么大的恩德，那纣王怎么能有理由害他呢？这里边就有道理。中国有句老话啊，可能咱们很多朋友不熟悉，叫大恩如大仇。就你对一个人恩越大，往往仇越大。为什么？你对他有恩，那么他在你面前矮3分，这矮3分给他形成很大的压力。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要不能涌泉相报，连点水都报不了呢，这辈子我就矮他一头，矮他一头我就不愿意见他。他总还在我面前晃，我可能就恨他。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纣王和比干就是大恩如大仇，对纣王这个恩这么大，所以这比干难免就有点，我在你面前，我既是你叔叔又对你有恩，就有一点恃宠而骄，觉得我功劳大。所以这个纣王呢，跟妲己两个人在一块寻欢作乐，经常半个月不上朝。有什么要？所以这比干有时候就直接找纣王去了。大王，天下诸侯奏章甚多，文太师绞尽北海，也屡有战报。不知道大王为什么多日不理朝纲，不登大殿？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心急如焚呐。我以为有什么要紧的事呢，原来是些区区小事。我虽然多日没有临朝，可朝廷之事，丞相和王叔均可任劳。只要你们二位尽心，有什么影响国事的呢？当然作为一国之君，这是混蛋话。但是比干呢，就觉得我在你面前，我对你有这么大的恩德，你还怎么着？我说你怎么的？这个时候其实他自恃有恩，却以下犯上。我啥叫伴君如伴虎？你命都攥人手里了。这事儿历史上这是封神啊，真实历史也有这事儿。当年吴王夫差要报杀父之仇，打败越国越王勾践，把越王勾践呢直接给抓到夫差的都城来了。在此之前呢，夫差重用从楚国来的大臣伍子胥，这伍子胥经常督促夫差。你比方说这个在宫里边，伍子胥立个规矩，夫差也认，任何一个人见着夫差都是，就哪怕是个奴仆都直呼其名，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吗？夫差不敢。你忘了亡国之恨吗？夫差不敢。结果在这种精神之下，重用伍子胥，最后把越国打个什么不是，把勾践给抓过来了，逼着寡人羞辱你。那么这个时候夫差就放松了，功成名就了，大仇得报了。伍子胥相反还像以前那样，天天见他面得不得。如今勾践就是当年的伍子胥，他在吴国为奴的每一刻，都在寄居着鞭尸之恨。现在这个欲复仇者正在磨刀霍霍，而大王你还坐在自己的坟墓旁边寻欢作乐，子胥遗憾啊！遗憾的是没有亲眼看到勾践被消灭，子胥后悔啊，后悔当初立你夫差为王，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昏聩。一来二去，这夫差就烦了，就不想再看到伍子胥。后来有一回，伍子胥跟他吵完了，夫差打发人到他家送给伍子胥一把剑，伍子胥就明白了，这是让我自刎的。老夫死后，你挖出老夫的两眼挂于蛇门之上，
让我亲眼看看勾践是怎么样率军杀进了姑苏，把我的尸体裹上鱼皮丢进大海，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回来看看吴国的灭亡。3年之内，我要眼见勾践的大军打进来。这后来陈毅写诗嘛，南国烽烟正10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就说这段历史，就是伍子胥没有摆正自己位置，你是功劳大，但是在君主面前，你永远是臣子，你不能轻易去冒犯君主。所以这是比干在这方面没有尽到权谋之术、人臣之道的地方。再一个，比干有的事做得太狠太绝。为什么妲己要害他？纣王呢跟妲己合谋说咱造个露台，这露台说多高呢？高1000丈，就比现在的国贸3期还高，北京这。然后建好这露台呢，妲己就说我呀晚上祈祷神仙能到咱这儿来喝酒来。纣王一听好啊，爱妃你有这本事把神仙招来咱一块喝呗。那妲己是个狐狸精，他哪有那么大能耐招神仙呢？就把他的一些胡子胡孙都是些狐狸精，这些也会个小法术腾云驾雾就给招来了。皇家吃领导陛下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有礼了！来，吃！今蒙纣王设宴款待先友，在露台，成为后嗣。你们也来，快吃啊！但愿国祚千年盛，王姬万万秋。是。把纣王乐坏了，上仙都来了，来，满朝文武来陪这些上仙喝酒，把比干就找来了。当朝丞相吗？比干坐在这就看这些人不像神仙那样，虽然会点法术，一个个长得不像。再一闻，怎么这么骚臭呢？狐狸身上那股味。等喝酒呢，比干发现桌子底下一条狐狸尾巴就露出来。咱们经常说你狐狸尾巴露出来，就指这呵现原形了。比干一看，好啊，这帮混蛋！比干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啊，微臣不胜酒力，告退了。他回去了，找谁呢？找武成王黄飞虎，当朝的武将，说有这么个事儿，这个王爷如何，咱得这么办。黄飞虎说好啊。就这样，这些狐狸喝差不多了，晃了晃荡，一个个走了。他派个当兵在后头跟着。这些狐狸回到荒郊野外自个儿的地方，都喝多了，进了洞就睡着了。这时候黄飞虎和比干带兵来了，把洞口封着，给我点火烧。好，烧！好，快点，看出来没有？注意！结果把妲己这些胡子胡孙全烧死，把这些狐狸尸体拽出来，有没烧干净的？那皮毛还好的呢，拽不都弄下来，合到一块钉了一个狐皮大衣，把这个大衣送到宫里。要不怎么后来皮革行、皮草行说宫比干是祖师爷？就现在卖这个什么貂皮大衣啊、皮草这行，祖师爷是比干，他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件狐皮大衣。你东北各地方说谁给谁买个貂穿貂，这比干是祖师爷。把没有胶的狐狸皮剥下来，制一件袍偶献给大王，一来可以警告妲己，二来让妲己心神不安。丞相此言真妙啊！可这个事儿你想，比干做的损，有点阴了。就是你惩罚可以，你不能连窝给端了。连窝端了不说，你明知道妲己这些是他胡子胡孙，你把这皮做一块送过去让他看，这不就如同妲己蛊惑纣王把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还做成一碗肉泥给文王吃，和这个行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事也是伤天害理的一件事，尽管你是对待妖精，上天有好生之德。大王，臣怕您龙体招寒，特献袍给大王御寒。比干王叔年事已高，当留自用。这是微臣特意为大王做的。所以我说比干自身有七窍玲珑心，本来就是个不安定因素，又过于毒辣，
结怨于妲己，同时又没有人臣之道，得罪了纣王，所以这是他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有人说这只能说明他忠于朝廷啊，不见得。比干这个人是有一些智慧的，他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太小气，围绕个人。你看《封神》里边写到，每当朝廷有不公之事的时候，比干的态度是什么呢？要不然置之不理，要不然联名上书。他跟丞相商容联名上书过，纣王要杀这个4大诸侯的时候，黄飞虎打头，他才跟着一起上书，不要干这个事儿。有的事儿他就知然事外了。你像这个姜皇后被害死之后，儿子殷红殷郊，纣王也要杀，这时候商容上去这个冒死进谏，而比干不吱声，他不想牵扯后宫的事儿，想明哲保身。我听说代王杀害了王后，又要将2位王子斩首，作为老臣，特冒死前来直谏。我不要听，退下。商容，代王身为一国之君，岂容你当面指责？苏妲己，自从你进宫以后，害王后杀王子，多行不义，你才是祸国殃民的大罪人呐！商容，你好大的胆！来呀，干！被刨落！是，给我行刑！到后来，包括纣王害死上大夫梅伯，用金瓜击死商容，这些事儿，比干一律没参与。就是他想到的是明哲保身。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你害这个人你不吱声，事不关己；害那人你不吱声，事不关己；害这人你不吱声，事不关己。最后轮到你被害，没人替你说话。所以比干呢，一方面自恃功高，另外一方面呢，还又想明哲保身。就是他并没有完全从商朝的设计出发，他不是一心为公，而他又不是一心为私，他同时就他也不是完全为自己，他正是在这两端来回摇摆，造成了在纣王这儿呢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权谋之道，所以最后给自己呢惹上了杀身之祸。无道的昏君，我死黄泉之下，无愧于成汤江山，无愧于殷商先帝，拿剑来。所以从这点来说呢，这个无论是过去封建社会还是现在，你怎么跟领导相处，怎么能够有原则？比干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就是没有原则，一会儿偏东，一会儿偏西，一会儿想明哲保身，一会儿又觉得自个儿应该站出来，来给自个儿拔分，所以他摇摆不定，最终造成了纣王最后认为他这人有问题，对他动了杀机。当然呢，咱们说这个人最后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比干后来封神以后呢，被封为财神爷。为什么把他封财神爷呢？这个老天爷有想法，这比干心不没了吗？心没了你就没有贪心私心了，所以当财神爷秉公办理，谁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就像我们现在说财政局的局长要腐败了，那这事儿就坏了。比干这心都没了，他当然私心贪心也都没了。所以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一个掌握大权的人，他应该没有私心，没有贪心。我们要相信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对于有私心的人，那是不能让他掌握更大的公权力。我们这个系列给大家解读了《封神演义》当中诸多的神话人物。那么说哪一位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正像《西游记》里边是孙悟空给我们印象最深一样，《封神演义》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也是一位具有反叛意识的小英雄。谁呢？哪吒。你看长得这个玲珑剔透的，又这个三头六臂的，还有能耐，踏着风火轮，披着这个混天绫，身上套着乾坤圈，手使一杆亮银枪，这标准的小英雄形象。你看这艺术作品里说哪吒为什么闹海呢？为什么抽了龙王三太子龙筋呢？那是由于东海龙王不讲理，该到下雨的时候他管着下雨啊，他不给下雨，还得让老百姓呢给他贿赂，甚至供童男童女，这他都不管。所以哪吒一气之下就找这个东海龙王的晦气。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真实的哪吒根本不是一个
伸张正义啊，除暴安良啊，有那么大的这个为民造福的心理，不是。真实的哪吒娇生惯养，胡作非为，脾气暴躁，无法无天，经常惹祸。搁咱们现在网络流行语说哪吒是个什么？是个熊孩子，不怎么样。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可以从头呢把《封神演义》里的哪吒形象一一的咱们给他清理出来。滥杀无辜，他却为何被称作少年英雄？小肉还母，究竟是孝行还是大逆不道？灵珠转世，中国人有怎样的石头情节？神话人物哪吒，他的起源到底在哪儿？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哪吒逆子还是英雄。陈塘关总兵李靖，他爸爸，他母亲呢姓殷，殷夫人。这人家怀孕10月怀胎，1朝分娩，殷夫人不是，一怀了3年零6个月，这孩子瞪眼就生不出来，肚子还挺大，把李靖和殷夫人给愁的，说咱怀的什么怪胎呀？这是不是妖怪啊？家人也担心。这天晚上，殷夫人做个梦，我梦着有个老道，3绺长髯，仙风道骨，手拿拂尘，闯进了他卧室了。你过去男女授受不亲，你一般男的你进人家女人卧室不礼貌，何况还是出家人。殷夫人就来气了，说你这老道特也无礼，怎么闯入妇道人家的卧室了？有违出家人清修之旨啊！这老道呵呵一笑，拿个什么东西没看清，歘扔到他怀里，一激灵，这殷夫人醒了之后腹痛难忍呐，看来要生，就这么着赶紧打发人呢找来稳婆。稳婆干嘛呢？3姑6婆里有一婆叫稳婆，接生的，赶紧来接生。肚子好痛啊！不是你怎么了？肚子好痛！爹，产婆来了。王产婆，我夫人就交给你了。丁三郡，你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我先看看产妇。没想到殷夫人生下一个大肉球来，这屋里头遍处都是红光，异香扑鼻，这肉球在地上滚。李靖一看，这不是个妖怪吗？拔出剑来，咔嚓一下把这肉球劈下来，里边蹦出个小孩来，就小哪吒。所以这哪吒天生就长那模样。爹，这孩子一出生就会叫爹，他一定是妖怪，我们快杀了他！老爷，你们不能杀他，我相信这个孩子不会伤害我的。有人说后来这不太乙真人上门把这孩子收为徒弟，给他这个混天绫乾坤圈，不是。封神里写的是这孩子一出生身上就套着一个圈，就是乾坤圈，披着一个绸缎绫子，这就是混天绫。所以你看说哪吒这老天爷把他给派下来了。那么有太乙真人这么一个师傅护着，再加上他爸爸又是总兵，说白了就陈塘关武装部部长，家里头也有钱，所以哪吒打小过的什么日子呢？娇生惯养。这小太保你谁敢惹呀？而且所有大人都惯着他。那么哪吒这时候就骄纵的他一身毛病，什么毛病？他不讲理。你看他闹海，因为什么原因？根本不是什么老百姓求雨啊，什么龙王不给哪吒义愤填膺，这只是动画片创作为了给哪吒杀龙王3太子找合理性。封神演义里根本没这情节，哪吒就是到东海边玩，小孩好玩的时候呢，他拿着乾坤圈混天绫在水里头乱搁了乱晃的。他没想到这2桩宝贝是乾元山金光洞震动之宝，这是天生的宝贝。他就好比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大禹治水的时候栽在这儿的，孙悟空把它拔走了，整个龙宫地动山摇，和那道理一样。这龙宫哪受得了这2样上仙的宝贝？是晃的。这龙王在屋里待着，你想这都7.6级地震了，他待不住了，赶紧说你这巡海夜叉看看水面怎么回事。这巡海夜叉就上来了，一看是个小孩，拿俩铃晃的，弄得直晃的。这夜叉干什么？小娃娃，你得什么得干活？问了，这也怪这夜叉长难看点，
哪吒一看吓一跳，没见过长这么难看的人，就愣了。叶晨奇怪，没见过帅哥吗？瞪我干嘛？结果哪吒就把这叶晨给骂了一顿，你这丑八怪，差点把小爷给吓着。你这孩子多狂，见着大人也不客气，你这丑八怪把小爷吓着，他给人当大辈儿。这叶晨也来气，说你太狂了，一瞪眼睛。哪吒也没惯着，一乾坤圈上去把熊海叶晨给打死了。你看看，打死不说，惹了祸之后，哪吒想的是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紧跟着龙王三太子上来了，哪吒一看你横，我比你更横，就是这时候就看出这小黑社会的潜质来，嘁哩咔嚓把龙王三太子弄死不说，全尸都没给留，把龙筋给拔了。爹，老爷，你看哪吒多乖呀，他是上街给你买东西的，你看这条龙筋玉带漂亮极了，你赶快戴上看合不合适啊。这条龙筋玉带看起来非凡品啊，这到底是什么做的呀？你管它是什么做的呢，重要的是我们哪吒的一片孝心啊。你就看出哪吒天生就是个暴力狂，就这个人得狠到什么程度，这才有接下来龙王发怒，自个儿子死了，我得先上天去告他们去。所以龙王爷上天找玉皇大帝告状。这会儿哪吒也知道事不好，为啥？闯祸了，这么大篓子，他孩子也害怕。哪吒找谁？找他师傅去，怕他爸爸打他，找太乙真人。太乙真人是个惯孩子的主，你说啥我都帮你忙。行啊，你不惹祸了吗？这样我告诉你，别让他见玉皇大帝，我呢给你个隐身符，你揣身上，你也上天。这龙王看不见你，你能看见他？他只要一上天，你在南天门那等他，他过来你就摁倒去揍他，他都不知道谁揍他。这个这么的，龙王爷上天，哪吒在南天门躲着，见着龙王来，给摁地上就打。你还告不告状了？最后把龙王爷鳞给接下来。你记住这玩意儿有那么句话吗？龙怕接鳞吗？这接鳞得多疼！龙爷我服了，不告诉。从南天门下来了。你说哪吒他要不心虚，不是干坏事了，他能干这事劫龙王爷吗？他真好事他不在乎了。所以说所谓为民除害呀，什么除暴安良的都是瞎扯淡。他就是这小孩啊，被惯坏了，闯祸了，娇生惯养，自己也骄横，也不在乎。就我们现在说熊孩子烂惹祸，这个就跟哪吒一模一样。其实这个你别看是神话故事，咱们小说里不少有情节涉及到这类孩子。有的朋友武侠小说迷看过古龙的书，小李飞刀大家知道，多情剑和无情剑。小李飞刀当年呢被敌人围攻，他有个好朋友舍命救他，叫龙啸云。后来他把龙啸云带回到自己老家星云山庄。小李飞刀是喜欢一个女人叫林诗音，没想到龙啸云也喜欢他了。小李飞刀一想，我结义哥哥跟我一样看上一个女人了，他救过我命，我闪了，忍痛割爱。不，我一定让他自信，这样龙大哥才能跟他在一起。你知道这些刺客为何登门吗？他们都是武夷魔刀的仇人。跟你在一起，我永远都没有太平日子过，我永远都会提心吊胆。我受够了，从现在开始，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你明白吗？结果后来他要回到星云山庄时，很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一帮武林中人呢，捧一个小孩，这小孩叫龙小云，就是龙啸云和林诗音的孩子。这个孩子才聪明了，8、9岁的小孩，一身武功，而且心狠手辣，歹毒无比，周身暗器，杀人如草芥一般。这些大人谁也不管他，都知道这龙庄主的公子，谁管那事都捧着来的。当时李寻欢不知道这孩子是故人之一，一看这孩子小年纪这么歹毒，大了还了得，一伸手把这孩子武功给废了。这才后来引发了多情剑和无情剑诸多的故事。哪吒那时候就和龙小云这孩子一模一样，无法无天，没人管束。结果这遭到报应，龙王爷下界来一想，我上天你给我堵住了，我收拾不了你，我收不了你爹吗？于是处淹陈塘关，而且搁这个要挟里呢，你不逼着你儿子给我儿子偿命，陈塘关淹了不行，满城黎民百姓尽遭涂炭。
要不说托塔天王李靖，但这阵他还不是托塔天王的，也是心慈面软。一看我儿子闯这么大祸，就提剑来杀哪吒。哪吒说：“祸是我闯的，你不找我麻烦吗？你也不让我去找东海龙王算账去。行了，你管我，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我跟我娘断绝母子关系，我不受你们管了。来个什么呢？割骨还父，割肉还母。既然我是父母所生，今天我就在这里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所以这个时候哪吒属于什么状态？咱们叫意气用事。但是这个事儿没完，他这不自杀了死了吗？死了一开始他可没找太乙真人，太乙真人找的他，把他魂魄招来了，说徒弟，我告诉你，你呀想还魂很容易，你呢给你母亲托梦，你就说我死得太惨了，妈你得帮我忙，怎么呢？你给我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立个庙，这样我吃3年香火，我魂就回来了。娘，我虽然死了，但是我还能复活。如果娘能在埋我尸首的地方建一座庙，让我受人间香火3年，我就能成神。所以哪吒特地回来找娘，求娘帮我盖座庙。这是……哎，好，我做，我答应你，我一定让你娘给你盖座庙，你放心好了啊。多谢娘和师叔母。这殷夫人醒了，就准备修这庙，结果让李靖让他爸爸知道，这个熊孩子死了，你给他修庙。李靖把他夫人大骂一顿，最后没招，偷偷自个儿拿钱给哪吒建个庙。结果建这庙呢，哪吒吃了半年香火，刚恢复一点人形。李靖知道这事儿了，你这还了得？惹这么大娄子，差点陈塘关百姓都死了他手上，你还给他修庙吃香火，把那庙给毁了，给砸了。这下哪吒不干了，他魂没地方依了，找他师傅去。这时候才有太乙真人用莲花白藕摆他的身形，3魂7魄招过来往里一拍，这用道家法术让哪吒还魂。所以这时候哪吒还原了，功夫比以前还好了。那哪吒干头件事是什么？找他爹算账去。这哪吒提着枪踩着风火轮找他爹去，把李靖叫出来就要杀他爹。李靖跟他打2下子，是他个跑吧，让儿子追的死死的就跑上了。跑着前面有个老道，这老道呢白胡子，往这一站呢，手上托个塔呢，哪吒追过来呢，他说李靖勿慌，到我身后来。这李靖跑到身后，哪吒一看，你这老头干什么？圆觉洞燃灯。这你俩怎么回事啊？啊！一问，哦，这儿子追爹，你这可不对，孩子啊，这是你爸爸。什么我爸爸？他就个畜生，他把我给逼死了。啊，看来你非杀你爸爸不可啊！是啊，好，把李靖叫回来了，你和他打。老人家，我打不过这个逆子，没事，听我的，往手心上吐了3口，在他后背一拍，去吧。这李靖硬着头皮跟哪吒打，哎，这就跟他吃了兴奋剂似的，这一打杀的哪吒汗头铠甲呀，弄不过他爹了。哪吒一琢磨，妈，这事就是老头干的，所以一边打一边看，虚晃一枪抽冷子就冲这老头扎来了。没想到这老道一转身，这塔歘变大了，把这枪给挡住了。这老道逆子不可救药啊！这宝塔记起来，越变越大，把哪吒扣里不说，这塔里头是3味真火，这通烧啊！哪吒在里边，我服了，我再也不跟我爹怎么的？你出来怎么办？哎，我认我爹，我再也不打。你现在是服还是不服啊？我服了。好，把宝塔收起来，哪吒一摸身上，哪儿也没烧坏，提起枪来，冲着李靖就去了，又要杀李靖。这道人不干了，又记起宝塔，把他扣住了。
哪吒在里边要死要活的哀求。这时候这老道在外头跟李靖说，你看不看着你这逆子你要收服，这么的，我把这宝塔传授于你，我告诉你怎么念咒，就教了李靖几句念咒的，这才把宝塔收起来。收起来了，说这样，这塔我给你了，我走了。这老道谁呢？是元始天尊座下大弟子燃灯道人。这塔是燃灯传给李靖，他前脚一走，哪吒提枪就要杀他爹。这李靖会了啊，我念一通，不知道念什么玩意儿，塔记起来把哪吒扣底，又一通烧，烧了几回哪吒才回。就这人物啊，你非得修理他。有句话嘛，豆饼不压不出油，人不修理梗啾啾，你不修理他他就惹事儿。所以这时候哪吒才开始，你是不是又上真正的是听李靖了。哪吒，爹对不起你。爹也不想用这个宝塔来压你，这个宝塔爹一定不会用的。如果你还恨我，不肯原谅我，要杀要剐随便你。爹，是我对不起你。哪吒，爹，从今以后我们父子要同心，好吗？哪吒，所以才有后来跟着李靖呢，追随姜子牙，成了这个前部正印先锋官，打天下，立了很多功劳。滥杀无辜，他却为何被称作少年英雄？小肉还母，究竟是孝行还是大逆不道？灵珠转世，中国人有怎样的石头情节？神话人物哪吒，他的起源到底在哪儿？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哪吒逆子还是英雄。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你看这里头有几个地方特别奇怪，就是哪吒不管惹多大祸，太乙真人是义无反顾的站在他身边。他干好事太乙真人帮着，干坏事太乙真人也助纣为虐，也不拦着。说这老道他也没个是非观呢，怎么后来还那是姜子牙师哥呀？怎么弄的呢？其实太乙真人是知道哪吒的前世今生，他也是带着使命下来的，就诚心是女娲娘娘委托诸位道友能帮助姜子牙推翻纣王天下。因为纣王的天下呢昏庸无道，这女娲娘娘跟纣王怎么结的怨呢？为什么他派这狐狸精妲己来祸害这纣王呢？就是这纣王好色，来到女娲娘娘庙，你一看女娲娘娘这像，哎呦动心思了，哎呀这美人太好了，这要跟了我多好啊！他就嘚瑟在墙上题诗，写个但使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这要是活了，妖娆能举动，那回去我天天在他这寻欢作乐，你这不侮辱上仙吗？女娲娘娘来气了，说委托诸位道友诚心要祸害纣王，怎么祸害呢？你得有人造反，有人打仗啊。这哪吒就因为这个下界了。说怎么哪吒听女娲的话呢？因为哪吒的前世啊是块石头。有人说哪儿的石头？一块小石头。女娲娘娘补天的时候掉下一块小石头，掉哪儿来了？掉到王母娘娘的瑶池里。结果这七仙女呢，这七个人都看着这块小石头，都想要。结果七仙女行二这位呢，就二丫头把这石头拿到了。后来总跟这些仙女在一块待着呀，日精月华的，这石头就一点点成型了。后来有灵气了，管这块石头叫灵珠子。所以女娲需要有人来害纣王天下的时候，得把原先跟他有缘这些都派下来。就这么这灵珠子换成人形下来，委托太乙真人，你呀替我培养这徒弟。所以这么这哪吒呢，作为灵珠子下界。你看别人说前世今生不知道，但哪吒知道，经常念那有词儿，我是灵珠子转世，我是要这个武王伐纣，我帮他忙的。所以哪吒后来是穷横的。所以今天咱说这哪吒的事儿，你可能发现说这四大古典名著跟石头都有缘分啊。你看水浒里头有那石碑，一上来108将都排好了啊。红楼梦不用说了，女娲补天剩块石头扔到那儿了，这块顽石下界转一圈，那就成贾宝玉了。红楼梦跟这有关，你这个封神演义跟这也有关。这灵珠子，那西游记不用说，孙悟空就石头里蹦出来。
所以说中国这古人对这个石头玉感兴趣。有人说石头玉不是一回事，在过去是一回事，玉也是一种石头。说为什么中国人对玉感兴趣？你看老外对玉石一般。中国过去有话像金玉良缘，有眼不识金镶玉。你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对玉感兴趣。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奖牌是啥？金牌、银牌、铜牌后边都镶着玉，青玉、白玉、青白玉。其实这有美好的祝愿。第一个就是说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东西是最好的，金镶玉是中国人认为最好的东西，金玉良缘嘛这是。第二个呢，这不是玉做的这奖牌吗？上边呢还有那丝带，丝带叫玉帛，帛嘛，白字下边一金字。中国人讲化干戈为玉帛。虽然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但咱们是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中国人对这个玉这个情节这方面是情有独钟的。所以你看把哪吒、孙悟空这个都和石头玉这些东西连到一块儿。但是我们今天说哪吒这个事儿呢，咱还得跟电视机前为人父为人母的孩子还小的爹妈说说。很多家长啊对这孩子有点太溺爱，其实这个不好。在西方人观念当中，惯孩子这种事儿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那个木偶剧《匹诺曹》，匹诺曹是个孩子，一撒谎鼻子就长一块，一撒谎鼻子就长一块，不撒谎就回去。为什么西方人流行这个故事呢？他告诉孩子从小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所以我们从哪这事儿就看出来，咱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地方不太好，好惯着孩子。因为咱这人情社会特拿孩子当回事儿。所以我是希望看我们这期节目的年轻家长朋友记住那么一句话，咱们谁也别当惯孩子家长，惯子如杀子。咱们这周啊要给大家说一些民间耳熟能详的一些神仙。那么开始这个系列之前呢，咱们先得说清楚何谓神，何谓仙。如果我们用现实当中的一些方法来比喻的话呢，这个神呢就好比公务员，它有固定的编制。这个仙呢可以是公务员，也可以是事业单位员工，还可以是自由职业者。神和仙呢，我们说位列仙班，什么意思？玉皇大帝那儿旁边站着，你看太白金星啊，太上老君了，这叫仙。什么金甲力士、文曲星啊，这为神。一般神是直接归属玉皇大帝调遣，让你干嘛你干嘛，得绝对服从命令。而仙呢，有的时候呢，我可以是个散仙，玉帝招我来开个会办个事儿，我来，没啥事我就散居到什么洞府啊、福地啊这些地方。所以神和仙不是一回事儿。今天我们要讲这第一位大神仙，他是个总管级的人，就是天底下这些神呐，等于都是他封的。说到这儿，你可能知道我要说谁了。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吗？谁来封神呢？姜太公封神，姜子牙。那么姜子牙虽然是传说里头把他传的神乎其神，可是姜子牙这个人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他也是周文王、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姜子牙确实等于是兴周800年的第一功臣。那么他的祖上呢是炎帝的下属，叫伯夷，把他封到吕地。所以你看姜子牙呢也有叫吕尚的，还有叫吕望的，都是指姜子牙。所以姜吕其实他们是一家。那么到后来呢，姜子牙在周朝之后呢，人家也有封地，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一带，说白了就齐国。我们知道齐桓公叫姜小白，就是姜子牙的后人，所以历史上实有其人。那么有不少人呢看完《封神榜》，看完《封神演义》，觉得挺奇怪，说这怪了啊！你看姜子牙封多少神仙，那怎么他自个儿没给自个儿封一个位置呢？不是，姜子牙是给自个儿封了个位置，但他没占上。怎么回事呢？咱们看中国民间盖房子，往往房梁上面有时贴个条，叫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个就跟姜子牙封神没封着有直接关系。据说呀，这姜子牙呢封神，按照这封神榜来，其实那封神榜呢早都是佛祖啊什么这个他的师傅啊都给写好了的。说白了，他下去就宣读一下，等于钦差大臣任命一下。那么任命这个任命那个，任命完了之后呢，姜子牙给自个儿留个最好的位置。什么位置呢？
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就归我姜子牙我来干。可是这个时候呢，姜子牙身边跟个小书童，从哪他下山就跟着他。这书童心里老大不乐意，说你姜子牙封这个封那个，怎么没我事儿？一看这一道上该封都封完了，回到屋里，他书童一看有一把椅子，上面写4个字“玉皇大帝”。书童说：“得嘞，这个就给我留着。”他等坐到椅子上，他这一坐坏了，谁先坐上就是谁的。这么说你这我的位置你怎么能坐呢？这书童说：“你说师傅，我跟你一路这些年来这么辛苦，最后你封神没我位置，这玉皇大帝就给我吧。”可把姜子牙气坏了，这是我的，但是他先坐上就是他的，姜子牙没办法。那么姜子牙呢，没别地方待了，别的位置都封完了，只能蹲到房梁顶。那姜太公封神，哪个神仙不敬三分？所以起房梁的时候，咱们搁个条当咒语似的，叫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我房梁顶蹲着姜太公呢，你乱七八糟神别来我这捣乱了。所以民间起房梁啊，那是敬姜太公，这是个仪式。当然这个传说呢，也说明姜太公封完神之后自个儿没捞着好，也使姜太公这个神仙呢跟我们老百姓距离好像很近。你看那么威风，最后你看倒霉了，不像有的神仙高高在上顺风顺水的。那么姜太公不仅最后封神结果不是太好，其实他这一辈子大多数时候穷困潦倒。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也是如此。你比方说《封神演义》里写，这姜太公呢30多岁到昆仑山去学艺，学了40年，70多岁下山。这40年呢学什么来呢？道术。他师傅是谁呢？元始天尊。在道教领域里边啊，元始天尊为禅教的教主，他的师弟通天教主是截教的教主，他还有个师兄太上老君，就是老子。你算这师兄弟仨够厉害的吧？一部《封神演义》呢，就是禅教跟截教打仗的过程。这通天教主啊是姜子牙师叔，收徒弟专门收一些什么王八、鸟啊、畜生啊这些东西。所以他那徒弟一现真形，不是狮老虎就王八就乌龟，就这类的。元始天尊收徒弟呢，都堂堂正正的人，而且元始天尊12弟子个个有名，大徒弟燃灯道人，杨二郎的师傅玉鼎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这3位注意啊，道佛相通。文殊广法天尊就是文殊菩萨，普贤真人就普贤菩萨，慈航道人就是观世音菩萨。还有什么普行孙的师傅巨留孙、赤精子、广成子、云中子，像这些都属于这个姜子牙的师兄弟。那么姜子牙学成之后下山呢，是带着什么目的呢？就是纣王造成天下大乱。姜子牙下山呢，要匡复周氏振兴，然后分封诸神。一下山呢，姜子牙开始得找点事干呢。他有个老朋友宋夷人收留他了，说你下山这都快80了，一辈也没结婚，得给你整门亲事，就找了个老处女。可是这老马婆子对姜子牙很不满意，那你会那么些东西，你挣钱去，天天在家念道书啊，掐诀念咒，你干嘛呢？装神弄鬼的。最后姜子牙被他嘚嘚的没办法了，这马老太太磨了2袋面粉拿出去卖，这有名的太公卖面嘛。结果他哪会做买卖，本钱赔个溜干净。后来要到宋夷人开的饭馆里，把这饭馆都弄黄了。这老马婆子后来跟姜子牙爆吵了几顿之后呢，俩人就离婚了。所以那阵不说吗？有这样媳妇男的何愁不下岗，就说明这老马婆子认不清姜子牙的真能耐。姜子牙哪是干个小买卖啊，这开个饭馆那点能耐，人家是属于胸怀天下，兼济天下，有这样的韬略，怎么可能安于干这么一点小活呢？所以说这个老马婆子后边也被称为有眼无珠。那么姜子牙当时为了谋生呢，一想我别的不会啊，最拿手的咱老道这些玩意儿咱会啊，开个卦馆吧，算卦吧。结果算卦还惹了事儿。我们说妲己是千年狐狸精，
他有一个师妹是玉石琵琶精。这玉石琵琶精下山到纣王的都城朝歌来看自个儿姐姐，一看姜太公开个挂馆，好奇，他进里边看去，心说你凡人能算出我是谁了吗？没想到姜太公经过修炼火眼金睛，一下子看你这是个妖怪，把攥住他手腕就不撒开了。玉石琵琶精要走，姜太公抓起砚台，妖孽哪里走，一砚台打过去，把玉石琵琶精打昏在地上。然后这不惹出人命官司了吗？纣王一看怎么回事，姜太公说这是个妖孽。妲己一看知道啊，这自个儿妹妹呀，哎呦，这怎么弄？这时候姜子牙跟纣王说了，我呀能把他练出原形，手掌一伸，搁3昧真火。所以自此之后啊，妲己跟姜太公结了仇了。那姜太公在这个纣王地盘没法混了，没招，跑到西岐渭水边垂钓去了。他垂钓有意思，民间有句话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怎么他钓鱼那钩啊不是弯的，是直的？旁边就有人笑话他。什么人笑话呢？这个人是个砍柴的，叫武吉，天天在这附近砍柴。一看姜太公在这钓鱼，你个傻老头，你能钓上来吗？我乃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愿意上钩，他咬钩；不愿意上钩，我还不惜着钓他呢。这樵夫武吉哈哈大笑，这天底下没见你这么精神病的。姜太公说：“你不信我的好，我告诉你，你今日啊要有牢狱之灾，要犯人命官司。”武吉一听乐了：“你胡说八道！我个砍柴的，我犯什么人命官司？”果不其然，樵夫武吉下山的时候阴差阳错把人给打死了，见了官了。这武吉才知道，哎呦，坏了坏了，这老头真灵！赶紧呢跑回家里找姜太公，当然信了，赶紧回家挖个土坑跳坑里去了。那边有人报案呢，说有人打死人了，一找这凶手也没找着。文王当时管西岐这边，就西伯侯姬昌。当时姬昌我们知道啊，他被纣王弄起来过呀，他一着急研究算卦，就文王居而演周易，文王天使一算，再一摆这八卦，哎呀，这个凶手啊我知道了。所以姜子牙用这种方法帮武吉度过一难。后来有天晚上啊，这个文王姬昌啊在皇宫里躺着，突然晚上做梦，梦着一头老虎插着翅膀飞到他梦里。第二天早晨醒来，把大臣招来商量这事儿。这大臣里头有一个很有见识的叫散医生，打听外边谁是先人。有人说渭水边有一老叟已经80岁了，用直钩钓鱼，说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老叟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哎呦，熊长翅膀，他道号飞熊，这个人是个贤人呐，有能耐的人呐。所以这时候文王打发人去叫他。最后文王自个儿驾着车到渭水边找姜子牙，左找右找找不着。正这时候樵夫武吉上山砍柴碰上了。文王一看，哎呀，你就是前2天打死人那个，你怎么还活着呢？武吉一看是西伯侯啊，不敢怠慢，一五一十把姜子牙说的事就跟这个文王讲。文王一看不得了啊，果然高人啊！我会这算卦，什么事都不出我的掌握。没想到姜子牙道术高超，我不如他呀！来，这免你死罪，我不处罚你了，你头前带路，给我找姜子牙。就这么到了渭水边呢，把姜子牙找出来。找到姜子牙之后呢，说请上车。姜子牙不上车，说谁拉我呀？啊，我这两边这轿夫这个有力气人多是不行。要想你让我跟你回去辅佐你，那么非得文王你自个儿给我拉车。周文王一看没办法，拉车吧，淋漓的，他当牛做马的，拉着姜子牙从渭水边回到了西岐的都城。到了皇宫这块，这文王卸下来这个单子，一转身，这已经汗都透上。哎呀，姜先生，你随我进里边。姜子牙下了车，不慌不忙跟着说：“嘿嘿，
你这一道我查了，你拉了我808步，我保你大周838年。所以后世说张良、张子房望汉400年，姜子牙兴周800年，就从这儿来的838步。魏王一听，哎呦，那我再多拉你一会儿，多拉一会儿，你保我千秋万载。姜子牙说：“非也，非也，这说破了就不灵了，我就保你808年。”所以自那以后呢，这姜子牙呀，算是保了这个文王。后来文王死了呢，他又保下边他的武王周武王姬发。所以姜子牙呢，等于是直接帮助大周朝立史。当然我们说他这打天下过程当中啊，《封神演义》说的很有意思。其实姜子牙本身能耐不大，骑个鹿，然后拿个打神鞭，说打神鞭，水平高点就打不了，对手厉害点他就不行。可是姜子牙有一样啊，师门这块厉害啊，元始天尊多大腕啊，一有点危难的事儿，通过师门的力量，把什么师兄师弟师侄全弄了，帮他渡过难关。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这研究生似的，你考研究生你不见得多牛，你得看谁是你导师，你那导师找对了你才牛。这姜子牙人家导师就找对了。后来那不他师兄通天教主他们得罪了，通天教主要收拾他，姜子牙呀把师傅元始天尊搬出来，元始天尊又请师兄太上老君，哥俩打一个。所以姜子牙一道上自个儿没使多大劲儿，一有危难，这些师兄弟师侄全杀上来了，帮他解决一切问题。唯一有一回，他是这个奸相费仲带人来这个打西岐来，姜子牙用自己的法术，不费一兵一卒赢过一回。怎么赢的呢？不借助外力。奸相费仲带人来这个打西岐来，姜子牙用自己的法术，不费一兵一卒赢过一回。怎么赢的呢？不借助外力。大热天人家热的都不得了了，姜子牙反而给兵士每人发一封棉被。一个晚上姜子牙做法事，天降大雪，天寒地冻，把商朝这个兵冻死一多半。姜子牙这兵在山顶有棉被盖，没事啊，一鼓作气攻下山，大获全胜，也斩首奸相费仲。所以你看姜子牙就打过这么一回漂亮仗，不费一兵一卒打赢了，用法术，剩下的时候都是这帮人帮他成全的。所以我们看姜子牙成功不在能力多高，关键在于人脉多广，有个好人缘，有人脉资源。所以现在我们看呢，这叫人力资源。你有的人不干别的，就人力资源这方面掌握的好，一样能成事。就是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看后来封神，这个封神本来得什么样呢？得死了才能封神。但是姜子牙封神里头有7个例外，活着封神了。哪7个呢？托子天王李靖，仨儿子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说怎么他们7个就能活着成神呢？这里边有不少这些人是这个姜子牙的师侄。你看杨戬的师傅玉鼎真人是姜子牙师兄弟，金吒师傅是文殊广法天尊，木吒师傅普贤真人，哪吒师傅是太乙真人，乾元神金光那么太乙真人，这都是姜子牙嫡系。那么他们的爹托塔李天王李靖呢，是他师兄燃灯道人的亲信。韦护呢，后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护法。雷震子是谁啊？周文王收的干儿子。所以这么你看看，这神仙也不例外，但凡能活着成神的，不走后门行吗？所以这7位啊，也是神仙系列里的经典的腐败现象。咱们今天说这个《封神演义》系列，咱得说这个和死对头有关的话题。《封神演义》里的第一主人公是谁呢？那就是姜子牙。一般来说，这个反映男人的事情的小说里头，一般这个主人公都得有一个死对头，最好是一生的对头。你看他诸葛亮前期死对头曹操、周瑜，到后来变成司马懿，就总得有这么一个，因为有个对头，他故事情节才有发展嘛，才有意思，才有对抗性。那么说姜子牙是《封神演义》第一主人公，他的死对头是谁呢？有人说那就纣王呗，那不对，不对等。纣王乃一国之君，他的对头是周文王、周武王。姜子牙的对头是谁？有一个他几乎是半辈子的敌人，
那就是他的师弟申公豹。今天咱们就给大伙说，这申公豹是怎么样被挤兑到这条反叛之路上。出身不好，申公豹无法讨得师傅欢喜，广交朋友，师兄们视他为危险人物。遭遇不公，年轻才俊的心灵蒙受了怎样的创伤？姜子牙如何把他一步步推上助纣为虐的不归路？他自己又是怎样在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衡？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申公豹的余力。咱们先得说这姜子牙呀和申公豹两个人，前面我说了，论能耐申公豹大。可是有意思的是呢，他们的老师元始天尊呢偏心眼儿，不喜欢申公豹。你看封神榜这样的大事儿，下山建功立业，辅佐这个文王武王，打败商纣王，给周朝立808年的天下，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元始天尊交给姜子牙办，没有交给申公豹。人间灾祸。弟子学道虽浅，但近日自创一阵法，十分厉害，上有寒风，下有黑水。要是凡人兵将进入此阵，若受寒风，若沾黑水，顿时化作灰尘。可惜杀气太重，心术不正，不可。有人说那他师哥那几个能耐更大也没给，那不一样。姜子牙上头那12位大罗金仙个个法术高强，可是这些人呢，说白了只是法力高强，论到治国之韬略，平定天下之战略战术，那他们比姜子牙比申公豹都差远了。申公豹可绝不仅仅是说会点法术，论法术他比姜子牙强，但不如那些师哥。要讲纵横天下之韬略，申公豹不在姜子牙之下。申公豹，弟子在。你凡胎未脱，恶念横生，还需在昆仑山苦心修炼。师尊，我去吧。是。那么同样是这种情况，申公豹还年富力强，还会法术，比姜子牙厉害，元始天尊偏偏就不让他干这事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姜子牙。最重要原因在元始天尊不待见申公豹，偏心眼儿。怪我命薄，不能与你同去人间除正伏邪。师弟前途无量，望你苦练仙道，一定能早日修成正果。算了吧，师父有偏心，我在山上怕也一事无成。他为什么不待见申公豹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身，元始天尊带领的这派为禅教，通天教主带领这派为截教。禅教是绝对讲究出身的，就是他们扩充自己阵营收徒的不是乱收，一定是有来历的，起码这得是贵族一级的。你看这里边很有意思，收徒弟上你就能看出来，云中子收雷震子，雷震子是谁呀？周文王干儿子。广成子收了殷郊，赤精子收了殷红，殷郊殷红是纣王的儿子，也是皇族。这位是我的师兄广成子，是位得道之士。我带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拜在我师兄门下。两位王子，你们愿意吗？徒儿拜见师父。好好。就是他们收徒的是讲究门第的，你达不到这门第，我不让你进来。所以这是禅教一个基本通则。但是申公豹和这些人一比，他的出身不是很好，所以往往受歧视。有人说他跟姜子牙不也差不多吗？姜子牙可不是，姜子牙是贵族出身，姜子牙祖上是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当过大官，后来把他封地封在吕这个地方，所以姜子牙不叫姜尚吗？也有另一名叫吕尚，他也姓吕。这人家是没落贵族，他也是贵族，也算根红苗正。但申公豹不是，出身不明，你不知道他哪儿来的，不知道他来历是什么。有人说我知道啊，这个里头好像是提申公豹，不就豹子精吗？是一头豹成精了。你不能因为他叫啥名你就说他是什么成精，这是不对的。
但是这里头确实隐藏着这么一点意思，就是姜子牙下山的时候，申公豹很嫉妒他，说你说老师这么偏心啊，把这么好事给你干了，你说你一个小老头才跟着师傅40年修道，我几千年逍遥，他这事儿没给我。哎，这句话就很可疑，几千年逍遥。所以申公豹这句话可能就露了底了，他真有可能是动物成精。但问题是呢，我们看遍了整个禅教这个谱系，禅教普遍反对的是这个什么低档次的玩意儿都能成精，截教才干这个事儿，狮子精、猴子精、老虎精的，禅教没这事儿。所以你要说申公豹出身不好，他有可能是凡人当中的，就说底层弱势群体受歧视者，这背不住。但说的是豹子精，这个不符合禅教收徒的一个宗旨。所以可以肯定申公豹出身不太好，起码不如姜子牙。师兄，师父面授的天书都说了些什么？师父说，其中包罗万象。哎，只好看你去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喽。师弟说哪里话？我愁的是根基浅薄，难以完成师父交托的大业。算了，怪我老实，不讨师父欢心。所以元始天尊不待见他，第一点在于他出身不好，第二点最重要，这个申公豹呢做不到洁身自好，什么人都结交。所以你看申公豹交友范围太广泛了，他旁边这些师兄弟呢都结交什么人呢？那都得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都是神仙界里的大腕。但申公豹呢没有那架子，什么鱼鳖虾蟹王八长虫他都能结交，因为通天教主的徒弟里头这些动物多，申公豹跟他们关系都不错，没有什么我高你低的区分，所以社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只要赵道兄能收服姜子牙，平复西岐，我就把国师之位让给赵道兄你，我回山潜心修道了。道兄此话可真？那还有假？我的道术跟符相都不及赵道兄，当然是诚意相让。所以元始天尊不待见申公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他不仅出身不好，而且结交范围太广。所以元始天尊其他的徒弟在这个问题上都支持姜子牙抵触申公豹，甚至有的时候拉偏架呀，或者是下黑手都有。我不是凡人，我乃是仙，特来点化你们。你一个疯老头也配说是仙？你不信，我就略施法术给你们看看。这样吧，我将我的首级取下来，抛往空中，让它遍游苍穹，然后复归镜像，依旧如故。如果这样，这就说明我是真心为着西岐的。这脑袋为6阳之首啊，你要把它砍下去还能活命吗？申公豹有这两下。请您作证，如果我将头取下抛向空中，如果你的头颅能从空中取回来复原依旧，我保证劝侯爷取消兴周灭纣的大业。好。申公豹拔出剑来，咔嚓脑袋就搁了。哎，这脑袋飞到半空，飘飘忽忽，眼睛还往下看呢。结果空中飞过来一个白鹤，叼着申公豹脑子就飞走了。没有脑子，申公豹他说：“你回来，回来，回来！”他死是死不了啊，但撑一会儿撑不住了，扑通躺地上摔那去了。这场面就别提多滑稽了。这怎么回事呢？他们的师哥南极仙翁就那老寿星，你别看慈眉善目，挺大额头的，那坏人是老寿星插手了。他让自己徒弟白鹤童子来帮助姜子牙打赌打赢，把申公豹脑袋叼走。南极师兄，请你放过我，把头还我躯体吧。你偷下昆仑，为非作歹，还要四处炫耀你的法术，我不能放过你。师兄，你念在同门，饶过我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一定要痛改前非。是。我把头还给你的躯体，
你要跟我回昆仑向师傅请罪。是，谨遵师兄教诲。所以申公豹在师门里头就长期以来被挤兑，不受老师待见，同门排斥的，而偏偏他自己呢，要窝窝囊囊就算了，他有能耐，他不服姜子牙，所以时间一长，这个心态发生变化。就我在阐教这边，我得不到什么，我要想大展宏图，就得到你对立面去，才能发挥我个人价值。想不到我胡生竟有机会享受这荣华富贵，只要我们能够保得住这纣王江山，人间还有更多的荣华富贵让我们享之不尽呢。姜子牙，你瞧，享受这富贵人臣的是我。所以申公豹一步跨到商纣王那边，助纣为虐，帮助截教来打阐教。其实这样的事儿呢，在真实的历史上发生的状况不计其数。咱就拿周瑜、周公瑾来说，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代豪杰。可是最后窝窝囊囊的呢，由于心胸狭窄，死在巴丘，吐血而亡。杀你！既生瑜，何生亮？什么原因？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一念之差，他弄不过诸葛亮，最后把他挤着到这条道上来了，弄得最后吐血身亡。所以申公豹这样的人虽然是传说人物，在历史当中咱能找到坐标。咱把话说回，申公豹他的能耐不小，这人如果要行善厉害，作恶同样后患无穷。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他不是说他法术厉害，其实申公豹在这些师兄弟里边，除了能打过姜子牙，他谁也打不过，他没有那些师哥厉害。但是他的长处是什么呢？这个人用春秋战国时候来说，他是个纵横家，说白了有苏张之辩才，苏秦张仪之口才。苏秦能配六国相印，说动六国合纵；张仪呢2次当楚国的相国，能说动楚国跟秦国联手，以这个连横来破合纵。为什么说我们说这类人叫纵横家呢？就跟春秋战国说是连横合纵，跟这个有直接关系。所以申公豹是有这样的才华的，嘴皮子很厉害，对天下大事解析的很透彻，说白了就如同隆中对时期的诸葛亮这个水平。说师叔的门人都属异类，杀了也不可惜。师父，我没说错吧？姜子牙也说我们是畜生禽兽，真是岂有此理啊！他还说碧游宫没什么了不起的法宝，不足为惧。你去摆一个诛仙阵，剑光一晃，任他是大罗神仙，也难逃此劫。看看他阐教怎能破我这诛仙阵？所以申公豹呢，他最终是促成了截教和阐教的大决战，他拉拢了非常多的人给商纣王效命，来跟元始天尊这一派斗争。可以说没有申公豹，双方的战争不可能这么持久，不可能这么激烈。姜子牙封神的时候也不可能封那么多，封到最后自个儿没位置了。就由于他挑动这大决战，死的人太多了。出身不好，申公豹无法讨得师傅欢喜，广交朋友，师兄们视他为危险人物。遭遇不公，年轻才俊的心灵蒙受了怎样的创伤？姜子牙如何把他一步步推上助纣为虐的不归路？他自己又是怎样在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衡？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申公豹的余量情节。老梁故事会是由金麦郎冰红茶独家冠名播出。那申公豹这里边3寸不烂之舌起到的蛊惑人心的作用，最突出的是2件事。一件事是说服殷郊殷洪哥俩，一件事说服土行孙归纣王。这个殷郊殷洪这2个人是谁？是纣王的儿子。有人说纣王儿子怎么还又归纣王？这咱们前面说妲己的时候给大伙说过，他的母亲姜皇后
被这个妲己和纣王呢一联手给害死了。先挖眼睛，后边这个两手都给套牢烫没了，也要把他弄死。小哥俩吓坏了，虽然是纣王儿子，纣王下令要杀他，斩草除根。这俩人跑了道上呢，碰着上仙赤精子。赤精子把这孩子救下来呢，把殷郊交给师哥广成子带，自己带殷红，然后带大了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回事。这俩孩子不用说，小时候记忆很深刻，知道自己差点被亲爹给害死，自己母亲死的冤，与纣王有不共戴天之仇。说师傅你放心，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何况我们身背血海深仇，一定下山报仇。就这么，广成子传给殷郊宝贝翻天印，赤精子传给殷红宝贝阴阳镜。这哥俩下山，准备投奔武王，一起伐纣。如今西周武王乃仁圣之君，你姜师叔何当封侯拜相，东晋武官，灭商纣，以救万民。你们去助你姜子牙师叔一臂，共成大业。弟子领命。可没想到半道碰申公豹。申公豹一看这哥俩翻天印阴阳镜可是好宝贝啊，一般人收拾不住啊。后来封神有一段叫群力出殷郊，就那么多神仙搁一块收拾殷郊，就因为他有个翻天印，不好弄他。所以当时申公豹一想，一定得把他俩策反。这两人去了，那就是姜子牙的生力军。怎么策反呢？大王是多么疼你呀！你要知道，他要是想杀你，昨天你可就死了。成唐天下历传数百年，你才是地龙之子，才是将来的大王啊！江山是你们殷氏一族的，你甘心拱手让于他人吗？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所以申公豹入情入理的用天地人伦之大道劝你哥俩，你们可不能做大逆不道的忤逆之事。于是这哥俩让申公豹一说，马上倒戈相向，投奔他爹去。后来给姜子牙带来很大麻烦，所以这是申公豹厉害之处。还有一桩厉害之处呢，说服土行孙。土行孙何许人也？三寸丁骨树皮，跟武大郎一边高，长相极为猥琐。但是他后来娶个好老婆，那是三山关的这个领头邓九公的女儿，叫邓婵玉，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那这个土行孙是谁徒的呢？是巨留孙徒的。巨留孙是元始天尊的徒弟，12金仙之一。当时这个申公豹呢，就知道巨留孙有这么个徒弟，这个徒弟厉害。土行孙是能在地底下走，日行1000，夜行800，在地底下白天能干1000里地，晚上能干800里地，比那挖掘机快多了，是这么个主，有能耐。就对于这种地下工作者，这用处不很大吗？所以当时申公豹想，如果是巨留孙做决定，没过1-2年放土行孙下山，就得和这个纣王为敌，归姜子牙。我可不能，我得把他策反。你学道多年，我看你成不了仙，只能修个人间富贵。怎样是人间富贵？身为公卿将相，披蟒腰玉，封妻引子，享受荣华富贵。我能行吗？只要你肯下山，我修书荐你，一定可以成功。跑哪里去？我推荐你往邓九公元帅那里去，他正在接替文太师领兵讨伐西岐。他能封我什么官？凭你的本领，又有我的引荐，起码是个先锋将军。一下子把土行孙说动了，因为土行孙就好这个，没什么仙风道骨。说我准备下山，我禀报我说不行不行，你告诉你师傅，你师傅准不让你下山，你偷偷摸摸走他也没招。再我告诉你，你师傅有桩宝贝叫捆仙绳，那个威力才大。你不是你把他捆仙绳偷走，你师傅要追你，你把他捆仙绳撒起来能把他捆住，他也弄不了你。你师傅没啥了不得的，就东西硬。说白了，手巧不如家神庙。土行孙3听2听，对呀，就这么干了，偷走了捆仙绳，下山帮了纣王。你是何人？我乃邓元帅麾下先行官土行孙。邓九公派你做先锋，可见殷商营内无将才了。
不好！所以你通过这几件事，你就能看出申公豹这个嘴皮子太厉害，而且他对人的心理了解很透。可以说申公豹是一流的心理学家，所以他才能鼓动这么多人，最后掀起禅教截教两教战争的血雨腥风。最后怎么处分的他呢？元始天尊命令黄金力士，这大力士拿一个就炕席呀，把这个申公豹给卷上，让他干嘛呢？叫镇北海泉眼。何谓镇北海泉眼呢？北海跟其他几个海之间有个临界，就类似现在一个大坝，这大坝下边有窟窿，这窟窿呢，几海的水都来回游走。说我什么时候控制说北海水少了，把这泉眼开开，哗，水进来，水多我放再把它塞上。让申公豹干嘛呢？搁炕席卷上，塞着北海泉眼来堵这个地方。这说白了，说这算是封神吗？这也算。据说这申公豹还挺满足，我终于比你姜子牙强了。申公豹，封你为分水将军，昭观日出，目转天河，快谢恩去吧。姜子牙，纵然我申公豹不能成正果，也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但我是一个神仙。可你呢？你100年之后已没有神仙好封了。所以申公豹跟姜子牙斗了半辈子，到这个地方他还在找心理平衡。所以我说人的嫉妒之心呢，就像野草一样，你要不管它，它就疯长。所以人这几种不良情绪里头，嫉妒是特别关键的。你要克制不住，人就容易陷入疯狂，理智就压制不住情绪，最终你就可能做出出格的事儿。如果你的能力很大，越是你嫉妒心强，有可能危害越大，最后你自己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今天呢，咱们讲和《封神演义》有关的故事啊，咱得说到周文王的儿子。周文王的儿子呢，相传他有100个儿子。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咱们很多朋友看过康熙王朝，康熙说我是连着儿子、孙子、重孙130多个，说自古及今帝王没有比我的子孙更多的。但其实呢，如果按传说看呢，他这是吹牛的，因为周文王相传有100个儿子。我祖上曾预言我将有100子，如今我已经有99子了，如果再得这一子，那就100子凑齐了呀。可是这100个儿子里头，最小的儿子，咱有那么句话叫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本来最受宠的是小儿子，偏偏这个小儿子长相和前面那99个哥哥完全不同。他长得什么样呢？长得跟妖精差不多，浑身上下这皮肤湛青碧绿的，毛脸雷公嘴，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一个蓝脸，头发是红的啊，这嘴往前撅撅着，这牙都呲出来了，而且泪生双翅。我说到这儿，你就会想起来，《封神演义》里有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叫雷震子，这个人也是文王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么今天咱就给大伙说说这个雷震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周文王100个儿子里属他最奇怪。身为文王之子，竟然与父相见不相识，误使两枚仙性，他变身青面妖，是福是祸？伐纣大业攻城，他的去向又为何成了谜？神秘神仙雷震子，他和雷公究竟有什么关系？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雷震子这个王子不寻常。这个雷震子最出名的故事呢，是雷震子救父，就救他爸爸。他爸爸就咱们说周文王，当时没叫周文王呢，因为商纣王还没被推翻呢，叫西伯侯姬昌。微臣姬昌参见大王。西伯侯免礼，谢大王。这个《封神演义》里写的这段故事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呢，周文王一开始
纣王怀疑这个周文王，说你在西岐那地方啊，贵为西伯侯，可有人传闻说你要造反。所以这个纣王呢，把这个西伯侯姬昌啊叫到他的都城朝歌，就给他关起来。禀大王，各路诸侯蠢蠢欲动，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有所警惕。是啊，蠢蠢欲动，比如说谁啊？比如说西国侯姬昌拥兵自重，他是各路诸侯之首，所有诸侯都听他的，将时恐怕对朝歌不利。是啊，这个文王呢有两下子，外边都传他有特异功能。什么特异功能呢？他是中国算卦这行的几乎老祖宗。你看司马迁的文章里写过，叫文王居而演周易，钟离厄而作春秋。就说钟离是孔丘，孔老二，孔夫子。孔夫子呢遭到厄运了，才写下春秋。说文王居而演周易，文王被人家给就等于拘留了，抓起来了，居于旧里，在这地方一天没事干呢，把算卦经验总结总结，弄出周易来。那么把他抓起来了，这个纣王呢有心杀他，又怕天下人不服，可是不杀他呢，又怕他真要造反，有特异功能，自己收拾不住。所以这呢左也怀疑右也怀疑，举棋不定。这个时候呢，文王的大儿子叫伯邑考，这个人精通音律，堪称天下第一琴师，人长得面如冠玉，大帅哥，来到这个纣王身边说，我呀愿意替父赎罪。伯邑考拜见大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久闻伯邑考长相俊美，你先抬起头来。微臣不敢冒犯龙颜，吾特赦你无罪。诺。伯邑考，伯邑考，果然是齿白唇红，俊美如霜，不愧是西岐之子。纣王一看，说你会弹琴呢，这么的吧，教我的爱妃弹琴吧，就教那狐狸精妲己弹琴。结果这妲己看上伯邑考了，就这样坐在人怀里弹琴。伯邑考就不干，就推他一推，这妲己坐地上了。一看好，你不接受我的勾引，我就害你。到了纣王那哭哭啼啼，说这伯邑考调戏我。纣王一来气，把伯邑考杀了。妲己还出个坏主意，你不担心这个他爸爸姬昌有特异功能吗？这样，你把这伯邑考杀了，把他的肉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你送给他一份让他吃。他要有特异功能，他准不吃啊，知道是自个儿子死了的肉啊。他要没有，他就吃了。吃了，你看他傻了吧唧，你就给他放回去吧。西伯侯，请吃肉饼啊！吃啊，吃啊！好，我吃。你吃啊？吃啊，吃啊！就这么的，纣王把他就放了。据说后来这个文王回到西岐啊，一想自个儿吃自个儿子的肉，心里头恶心，风一吹吐了，他把儿子的肉吐出来，兔子，所以这是兔子的来历。在这民间传说了，我竟然把子吐出来了。当然纣王呢把这个西伯侯姬昌放了呀，前脚放了他，后脚纣王就后悔了。他说别是他蒙我啊，想来想去不行，斩草要除根，斩尽杀绝的，马上派手底下大将给我追，一定要把这文王给我再拿回来。就是这个时候文王呢也要跑回老家了，纣王追兵也上了，这眼看就要追上了。这个时候万分危机的时候，文王打马扬鞭往前跑，就突然听前面有人喊，这位可是西伯侯老爷？我来救你来了。哎，雷震子来救他来了。哎，可是这个文王抬头一看，眼前青山绿水，没看见，这谁呀？跟我闹着玩呢。接往前跑，这声音又响起来了，你是西伯侯姬昌吗？我来救你了。再一看又没人，可再定睛一瞧，吓他一跳。没想到呢，这雷震子落下来说，你不要着慌，我呀是你儿子。壮士如何认识我姬昌啊？父亲，害来迟，使父亲受惊了。壮士，你认错人了吧？你我素不相识，怎么父子相称啊？
还乃是父亲在燕山收任的雷震子啊！对，雷震子。文王这才恍然大悟，哦，有这事儿，有这事儿。怎么回事呢？7年前，也是这个西伯侯姬昌啊，到这个朝歌来开会，走到半道呢，咔咔天空打雷，这就下了大雨了。这姬昌呢，带着随从呢，就到小树林里避雨。避雨这功夫呢，姬昌掐指一算，这个雷雨来得蹊跷，怎么着？打雷下雨，这是要降星下凡。什么叫降星？话书里有句话叫将星文武两相宜，路高权重足可知。所以这时候姬昌掐指一算，说这场雷一打呀，将星下凡，你赶紧找周围有没有新出生婴儿。三找两找，在一个墓地旁边啊，看着有个小孩在那哭，就新出生的婴儿。这小孩还躺在一个像蛋壳似的那么东西里边，赶紧把这孩子抱起来拿给姬昌看。姬昌一看，这孩子长得太好看，快，面如桃蕊，眼含光华，这一看将来这就是个大帅哥，漂亮。文王一看，这是将星啊，将来对我有帮助啊，得，这孩子就算我儿子，我收他了。可带着孩子往前走，没走出1-20里地，有人拦道，哎，是个仙风道骨的老道。君侯请留步。贫道乃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方才雨过雷鸣，知将星将士，特来寻看，可否让老夫一看呐？真看啊，好，好孩子，好，可否取名字啦？雷震子。雷震子，好名字啊！好啊，君侯此去路途遥远，带着此子多有不便，老朽愿收其为徒，带回终南山，你看可好啊？也就是说，7年之前，西伯侯姬昌和雷震子有一面之缘。那么说这7年间，原来咱们说这孩子面如桃蕊，眼含光华，是个大帅哥的坯子。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雷震子这个王子不寻常。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这怎么7年功夫，这云中子给他吃了什么了，就变成这样了呢？变得这个妖怪一般，泪生双翅啊，面如蓝靛，发似朱砂。其实变成这模样没有用7年，就是在救文王之前的小半天，他就变成这样。现今你父有难在临潼关，你赶快去虎儿崖寻一兵器来，待我密授兵法于你，好去救你父亲。是，速去速回。雷震子一听说行啊，我去，跑到这虎儿崖这转，兵器在哪儿呢？左看右看没有，哎，一看前面这桃红柳绿的，有片树林，什么东西这么香？这植物非常漂亮，一到跟前闻扑鼻子的香。转了一圈没找着兵刃，却发现枝头上啊有2颗杏，还离老远闻就香。人家说：“嗨，把这2颗杏我摘下来，我吃一个，回去给我师傅一个。”就这么把这俩杏摘下来。雷震子这个时候六神无主啊，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这模样了？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很奇怪，说是给这个雷震子一件兵器，让他到虎儿崖去。云中子本身就是打造兵器，雷震子使的什么兵刃呢？出道以后使的黄金棍，这黄金棍了不得，你看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吗？那是铁的，上古神铁嘛，最多是2头加俩金箍。人雷震子这整个棍都纯金的，都24K 的，所以说这个棍本身就是云中子打造的，他要给身边拿起就给，为什么还要把它支到虎儿崖呢？再说了，你这2颗仙杏吃下去，雷震子就变成这模样，那还费那劲干嘛？这仙杏就是云中子手里的，拿出来就给他，你吃完了变成这模样，救你爸爸就得了，为什么还要绕个大弯子费这个事呢？这咱得从云中子这个人身上说起。云中子在这个《封神演义》里头啊，他的位置很特殊，但是云中子呢
他不是一个主流大仙，有点被边缘化，比他那师弟申公豹啊能混得稍好一点。而且他这个位置很特殊，照理说他收雷震子将来是为了西伯侯姬昌服务的，他应该是站在周文王这边，可是实际上他不完全是，他是个骑墙派。怎么骑墙派呢？你看他后来吩咐雷震子，你呀速速救你爸爸去，但是有2个条件。第一个，赶散纣王的追兵，却不可杀伤人命。第二个，你把你爸爸送回西岐去，但不能留着，你得先回这儿。救出你父亲，立即送出武关，但你不能去西岐，事完速回。是。你看这态度，不赶尽杀绝，把你爸爸送回，你不能留着，注释留有余地。这个说明云中子的立场不是完全站在周文王这，他也考虑到商纣王商朝的立场。所以从这事就能看出，云中子是个骑墙派，左右摇摆。他决定雷震子出山的时间相对来说比哪吒呀、杨戬呢要晚。那么这里边呢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他虽然出山晚，雷震子却在封神里头地位极为特殊。他不光是文王干儿子，还是这里头也就7个人肉身成圣，肉身封神，他就其中之一。封神里头有这么7位，老李家占4个，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哥仨，这是爷4个活着，剩下那个是杨戬、韦护、雷震子，总共这么7个人。雷震子就是没死，活着，我最后就成神了。而且他这个来历呢和哪吒很像，你看他俩出生，哪吒一个肉球里头还劈开了以后出来了。这个雷震子呢据说是个蛋壳里出来的。咱过去中国人说人这出生，万物出生都有4样，叫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而他俩这都等于蛋孵的，都是蛋生的，这是。而且出生以后呢都有一个老道来教他俩本领。哪吒是太乙真人，雷震子是云中子。太乙真人给了哪吒呢乾坤圈、混天绫，这边云中子给了这个雷震子呢风雷双翅，这翅膀叫风雷双翅，还给他个兵刃黄金棍。俩人后来都是辅佐这个周文王打天下，最后武王伐纣，两个人最后呢都位列封神当中。就这个经历是非常类似的，可是结局雷震子是个谜。为啥？你看哪吒封神里有他，西游记里都知道哪吒叫三坛海会大神，这是玉皇大帝给他号，然后他在天上后来不征讨孙悟空吗？人家位列仙班。哪吒在很多故事里都有。可是这雷震子呢就说他肉身成神了，封啥都没提，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后来你后来在很多这个作品当中你再找不到雷震子了，这人就跟没了，人间蒸发了。说姜子牙封神应该有他位置啊，给他封哪儿去了呢？有的人说你这个太好解释了，雷震子嘛，你看长这样毛脸雷公嘴，雷公啊，这就叫雷震子嘛，说肯定是封雷公了。那么说雷公这个说法不准确，这个雷公啊他不是一个人，他是24个人，封神里头封了24个人当雷公。说白了他这就是一个工作部门，叫雷部，领头的呢叫雷神雷王。这个雷神是谁呢？是文太师。前面我说文仲打西岐，文仲死了之后，姜子牙封神，封他为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就他是雷公的头，就跟雷震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时候记着雷公长相不就雷公嘴雷公嘴，怎么着不是雷震子呢？这一个确实是个千古之谜，到现在为止咱也没有哪个典籍能考证出来雷震子最后封神封到哪儿去了。倒是后世有些传说，说雷震子转世转成谁了呢？李元霸。说这雷震子啊没有封他为这个雷神，他就是心里头不平衡，经常跟雷部诸人闹矛盾。
后来呢，失手呢把这几个雷公给打伤了。玉皇大帝一看，贬你下界嘛，下界是下界，你到地上你也得赎罪，你得怕这打雷才行，表示你认罪。所以李元霸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雷。他姐夫柴少一吓唬他就是雷公要劈你啊，李元霸就怕这个。而且李元霸后来死，就是老天爷啊觉得他赎罪够了，要把他收回去。用什么方式呢？就是用打雷。今天给大家说这位啊神话当中的人物啊，他有点特殊。你看咱一般说神仙，神仙住在哪儿呢？都在天上，这个神仙住在地上。一般的神仙呢，本领越强就离玉皇大帝越近，可是他这本领啊非常大，却不得玉皇大帝重用。他本来呢有着神仙家族的血统，可是他出生的身世啊经常被人质疑和议论，以至于玉皇大帝呢都对这事挺忌讳。那么这个比较尴尬的神仙是谁呢？就是大家人人都知道的灌江口二郎神。二郎神这个形象呢，在中国古典的神魔小说里边呢，总共有3部书里出现过。一部是《封神演义》，这里杨戬是玉鼎真人的徒弟，保着姜子牙，最后武王伐纣成功，杨二郎封神。他第2部书《西游记》里边，这个大伙最熟悉了，他带领天兵天将，最后是把孙猴给赢了，这个大家都熟悉。还有第3部是《宝莲灯》，咱们可能有的朋友看过那个动画片、动画电影《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这个二郎神是沉香的亲舅舅，反而百般阻挠外甥来救他母亲，救自个儿妹妹。舅舅，您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你妈妈沉香，你忘了你妈妈了？以后你就跟舅舅住在天上。不，我不要住在天上，我要回家，我要妈妈。别再提你的妈妈，她不会来看你。不会的，我妈妈不会不要我的，她一定在等我回家。沉香，你妈妈已经不在人世啊？她触犯了天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你会带我去见妈妈的，对吗？舅舅您说呀。你永远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这3部书里头有二郎神的形象。那么这3部书合在一块儿，咱基本上就把这杨二郎的身世啊勾勒得很清楚。当然主要是《西游记》。你看这个人为什么我说他特殊呢？咱们先说一个他这能耐。他跟孙悟空这一仗大伙儿都知道，也就是他有这个本事，能在大闹天宫的时候把孙猴降服了。他当时呢是带着自己手下叫1200草头神。什么叫草头神呢？说白了就鱼鳖虾蟹，什么这个树精那个王八精，没有上档次的。就我们跟我们现在说，就土匪改编成这个正规军，就这个路数差不多。带这些人跟孙悟空手底下的72洞妖王加47000狐兵，其实孙悟空手底还不如他着呢，更次。最后把这个孙猴给抓住了。当然呢，一个是他带条狗哮天犬，再太上老君拿金刚圈往下一扔，打他一下子，这起作用。但这也说明二郎神能耐大呀。你看他跟孙悟空对着干，2个人都会72般变化，但是二郎神始终压他一头。孙悟空是火眼金睛啊，二郎神通天法眼，就是额头这第3只眼。就说二郎神跟孙悟空本领是一个档次的，但是二郎神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哈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所以这么大能耐，你发现二郎神没有得到重用。刚才我说神仙都住天上，二郎神住在哪儿呢？叫灌江口二郎神。灌江口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四川响水县的灌河口。说住那儿干嘛呢？就成了管水利的小官了，就等于他的朋友他的同事都是国家各大部委的要职了，这个主任呢，那个局长了，他弄成个乡镇水利站站长。咱们这今年春节大年初一上映有一个3D 的片子《大闹天宫》，里边不是何润东演的二郎神，这么那里头说玉皇大帝呢
周润发演的不信任他，派他看南天门，其实他道理和这个一样。就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都反映二郎神不受重用，所以要勾结牛魔王，利用孙悟空来大闹天宫。门神果然是个贤侄，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不怕我抓你吗？不必多说，既然你今天敢来到这里，就表示你也有求于我。我是来抓你的，抓了你之后，等我官拜凌霄宝殿，就能手握100万天币。你还指望那个昏庸的玉帝？3界之中，谁不知道你二郎神的本事？难道你甘心做门神？少废话，你还不是要指望我？你要攻天，我可以不攻，我只要凌霄殿。看来和阁下一起攻天指日可待。他这股怨气这是有来头的，就二郎神能耐大，不得重用，而且这个差距简直差得太大了。再你看他的社会关系，孙悟空在天上当齐天大圣，当弼马温了，还结交几个朋友了。可二郎神在神仙圈里几乎没朋友。说他带那1200草头神是什么呢？是蛇精啊、牛精、马精、猪精、猴精，都是畜生。所以他这里头鱼鳖虾蟹这些成了精，本领不差，但是跟这个神仙比那规格差多了。所以这二郎神身边你看看都这些人，这他没有多少就有本领的朋友。那你不觉得奇怪，他能耐这么大，能干这么多事儿，居然地位这样，这在所有神仙体系里头独一份。而且更有意思是呢，他归玉皇大帝管，因为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甥，这《西游记》里写的很清楚。你就琢磨他是玉皇大帝外甥，他要现在哪个单位领导外甥，怎么也不至于惨到这程度。为什么会这样？最有意思的是呢，孙悟空大闹天宫，天上神仙谁都知道二郎神能耐大，还都知道他是玉皇大帝外甥，那最后把这玉皇大帝给闹够呛，但居然这些神仙没有人跟玉皇大帝提请二郎神来吧。说二郎神不来吗？谁提的？一个外人，观音菩萨。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哦，好，迎接。贫僧保举一员。是哪一位？灌江口二郎真君。观音是哪儿的人呢？西天如来那边的人，跟玉皇大帝是两个体系的。一个体制外的人跟体制内领头的说，你里边有一个人能替你解决危难，你不觉得这奇怪吗？观音菩萨保举，这才把关江口二郎神请来，然后把孙悟空抓住。你就想想，给人感觉好像这玉皇大帝啊，不愿意提自个儿的外甥，都不愿意碰。他下级更知道，只要跟玉帝一提二郎神，玉帝敏感、难受，甚至愤怒，咱别惹这雷。为什么会不到危难时候二郎神都出不来？玉皇大帝为什么对这个切外甥这么敏感呢？因为二郎神是皇室丑闻的一个代言人。为啥？这就是二郎神的来历。玉皇大帝拿自己这个外甥当做自己家族的耻辱，为什么呢？《西游记》里写的很清楚。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可不就是你吗？啊！知道啰嗦。这几句话把二郎神的身世揭出来了。二郎神的母亲是玉皇大帝的亲妹妹，叫云华仙子。这个明朝时候有本书叫《二郎宝卷》，里边专门提过这个故事。这云华仙子在天上啊，就觉得人间好，因为神仙是没法通婚的。咱有的说，那怎么没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不对，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是同事，不是两口子，各管各的。这个
云花仙子在天上一看人间好，我一说这个，咱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起一堆来。哎呦，七仙女在天上看着冬泳了啊，织女在天上看牛郎，反正天上这女的怎么就喜欢地上老爷们儿，这成了个规律了。这云花仙子一看人间好啊，男欢女爱多好啊，下界了。在阙州城里呢，看上了一位书生，这个书生姓杨，叫杨天佑，为人老实，很有文采。云花仙子喜欢上他了，俩人就在一块同居了。所以这是非法婚姻呢，因为神仙不承认你这个事儿。你是神仙女神，你怎么能跟凡夫俗子普通男人在一块呢？生下了一儿一女，这一儿就是杨戬杨二郎，一女叫杨婵，就是后来沉香的母亲，三生母。你想这个事儿，玉皇大帝知道气死了。我这正宗的皇家血统，你下界跟弱势群体结婚了，了得吗？玉帝脸上无光，所以要重罚自个儿妹妹，就把自个儿妹妹压到桃山底下了。你不配做玉帝，你不守心化作桃山，将其压在桃山之下，如不认错，就永远不要放他出来。这后来这个杨戬一点点长大了，问自个儿爸爸说：“我怎么没妈呢？”他爸爸就说了：“你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杨二郎，你别忘，杨二郎是混血，一半神一半人，有能耐，所以后来又拜元始天尊徒弟玉鼎真人为师学能耐。学成了之后，拿把斧子刀劈桃山，直接一斧把桃山整个劈开了，把他母亲从里头给救出来了。我说这个可能说不对，这不是沉香劈山救母吗？救三圣母吗？他们家有意思，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就这事儿。所以其实最早传说是什么呢？是二郎神劈山救母。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玉皇大帝当年以此为耻辱。后来二郎神这么一闹，力劈桃山救母，天下全知道了。哦，玉皇大帝他妹妹不正经，下界跟人家勾搭，就还生孩子。二郎神说白了私生子，虽然是玉皇大帝亲外甥，这个来路有点难堪。所以玉皇大帝认为你这个杨二郎啊是皇室丑闻的代言人呐，你让你这事宣扬出去，我们这玉皇大帝这皇家贵族这脸往哪儿搁？所以玉皇大帝根本就不喜欢杨二郎。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尴尬的天神杨二郎。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还说不重用他，可管他叫二郎显圣真君呢，这是他封号啊。这个跟玉皇大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纯属人自个儿奋斗打出来的。怎么打出来的呢？杨戬呢拜了个师傅，这个师傅就是昆仑山元始天尊座下弟子玉鼎真人，这《封神演义》里写的。这玉鼎真人呢，实事求是说能耐不大，跟那几个师兄弟啊，可能跟姜子牙能差不多，跟什么燃灯道人呢、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巨留孙呢，和这些师兄弟比，他都比不了。其实杨戬心里他也不怎么服玉鼎真人，但玉鼎真人这个人智商很高，就看出杨戬将来必成大器。杨戬没怎么提拜他为师，他也耐心的教。杨戬跟他学了3年，能耐比师傅都大，天分好吗？学成之跪下磕头行拜师大礼，玉鼎真人很感动，就杨戬还记得这恩呢。其实这时候杨戬能耐已经比师傅大，学成这身能耐才劈山救母，之后辅佐姜子牙武王伐纣，人是立下汗马功劳了。你翻个《封神演义》，你看姜子牙身边这几个好使的人，杨戬是最管用的，一旦有危难他都冲到前头，而且能耐也确实大。杨戬去探敌营，到现在还没回来。武王放心吧，他不会出事。这什么黑乎乎什么东西？猪啊！猪啊！这就是要干朱子根，快砍了他！跑这儿来了！
杨大哥，是你吗？你在哪儿？我在猪的肚子里，快砍了他的头！杨将军，杨兄弟，你又立了大功了。所以后来姜子牙封神，《封神演义》封神是什么？人死了之后才能封神。可是《封神演义》里边呢，有7个没死就活着封神的，谁呢？老李就占4个人，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4个，再加杨戬、韦护、雷震子，这哥4个前头也是4个啊，李靖加这仨儿子，这都是有根儿的。原来陈塘关总兵，后来托塔李天王，有正根儿的。这韦护跟观世音菩萨好，韦护就后来这韦陀护法嘛。那个雷震子什么呢？是文王的干儿子。所以你说没点关系，想活着成神，你都做不到。只有杨戬是草根奋斗上来的，真有那么大门亲戚，玉皇大帝外甥，拿这事当耻辱，谁都不敢提。所以杨戬凭着真本事打拼了一片天下，到最后在天上封他，怎么封？二郎显圣真君。你注意这几个字太有学问了，显圣真君。为什么叫显圣？他本来就是圣，他就是神仙，怎么还用个显字呢？意思说他过去不明显，给压到那儿了，到现在立了功了才把它显出来。显圣，显圣有一个词能跟比，显圣真君。我给你对《还珠格格》，为啥？还珠是什么意思？若干年前在济南大明湖畔碰到夏雨荷，这大伙都知道这掌故啊，乾隆皇帝的风流韵事。本来呢这个格格是格格，但是流落民间，如同一个宝珠珍珠，没有显出来。现在回到宫里了，成为正式的格格了，这才叫还珠格格。所以显圣真君好比还珠格格。就这是二郎神，就之所以最后能封成这个衔儿，那完完全全是因为他自个儿能耐大，干到这个程度了，才给了他这么个衔儿。所以你说这个二郎神呢，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才混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由于自己呢，代表着皇室的丑闻，始终玉皇大帝也不愿意重用他，巴不得给他拨拉得远一点的，眼不见心不烦。那么说这个二郎神呢，这个遭遇，刚才有的观众朋友听我说这个，就说他们家怎么这么像呢？因为咱们看《宝莲灯》里头不就是吗？三圣母就叫杨婵，就是杨戬的妹妹，云华仙子的女儿。这个杨婵呢，按辈儿算呢，那不算玉皇大帝外甥女儿吗？她封为三圣母，也是这有她母亲的基因啊，在天上待不住，一看凡间挺好，下来了，找到一个书生刘彦昌，两个人在一块儿生了个孩子，就沉香。结果这个事儿呢，被二郎神知道了。二郎神干件什么事呢？把他这个自己的亲妹妹，就像玉皇大帝处理云华仙子一样，也是哥哥处理妹妹，他把他妹妹压到华山底下。三妹，还是为沉香想想吧，吹灭你的灯，接受天庭的惩罚。不管怎么说，沉香终归是我的外甥，又和我有一样的命运，我会好好照顾。这华山可比桃山厉害，自古以险峻著称，自古华山一条路嘛，5岳之一拿来给他压着了。说二郎神怎么能耐这么大呢？二郎神力大无穷。这有传说吗？二郎神呢对天上这9个太阳不满意了，抓住2个太阳拽下来了。一看我再要抓那7个怎么办？没地方搁，先搁这儿，把2座大山拿来，把太阳压底下。然后那边有7座大山，不行，我抓住那7个，我也得搁山压着，搁个扁担挑着7座大山追7个太阳。你这力气得多大？
这是个传说，说明二郎神本事大，这华山搬过来把自个儿妹妹压底下。很多人奇怪，你说二郎神不受这个害吗？打小孤苦伶仃的啊，自个儿母亲让自个儿亲舅舅给压到山底下了，学成技艺把这山劈开，母亲救出来，他就是受害者呀。他怎么能反过来还充当害人的人呢？一模一样啊！这我刚才说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嘛，他家就好出这个事儿吗？他怎么还能按照这个方式在害自个儿的亲外甥，害沉香呢？百般阻拦不让沉香去救他母亲去。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分析分析，它有道理。玉皇大帝是以此事为耻，其实杨戬心里也以此事为耻。就是往往出身卑微的人，他最后成名了，有的人说他忘本，其实不是，他是以本为耻，他才忘本。他之所以忘本，是不想回忆起过去卑微惨痛的生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你成为显贵之人之后，很忌讳当年有人提起你那些不堪的往事，所以他要用同样的手段来重复当年的悲剧。所以杨二郎为什么会重复当年这种悲剧呢？就是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二郎神了，他已经成为天庭一份子，他已经接受这个秩序给他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了。所以二郎神身上反映的是我们人类非常常见的一种本性。所以咱每一个骂二郎神这个那个人，你好好想想自个儿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倾向呢？咱们实事求是说，不是说我说大家不对，这种倾向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不一样，你走到这个境界了，过去境界好多东西你不扔也得扔，否则你走不到今天。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二郎神，就看你能不能走到显圣真君那个地步。